我叫秦爽，一个21世纪的屌丝。就在刚刚，我被一个跳楼的傻砸中了。等我睁开眼，就发现自己出现在了这个莫名其妙的天台上。头好疼，好臭，哪来的一股子腐臭味？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楼下怎么聚了这么多人？露天趴？不对，这些是丧尸吗？什么情况？明明上一秒我还在正常的世界里。完了，全身上下只有一袋花生米了，必死无疑了。吃完这袋花生米，我就可以归西了。真希望死前我也能交个女朋友啊！不好，有丧尸！完了完了，丧尸怎么上来了？死定了死定了！真该死啊！现在看个丧尸都如此眉清目秀，性感诱人了。好漂亮，是活人。谁？老实点！饶命啊！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，那个说来话长，妹子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。妹子小心！你有病吧？盯着我裆部打是什么意思？妹子，你抬手一步，还在这边呢。是只变异丧尸。子弹都挡不住，你怎么长成这样？这次的名果成色还不错。啊，刚洗干净，又脏了。喂，都什么？你小子看起来细皮嫩肉的，是哪个阵营的？快醒来！这一定是在做梦啊！是我恐怖片看多了，等我吃饱睡一觉，睡一觉醒来就好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有这么珍贵的长生果？啊，你也喜欢吃花生米啊？我在问你话呢，你到底是哪个阵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么珍贵的食物？我，别，女侠刀下留人，我叫秦爽，只是个普通的靓仔。花生米是我在王大马子超市买的。该死！你没事吧？中弹了！我说这变异丧尸怎么会主动找上我？原来是有人想害我。哼，我就说这娘们的本事厉害，把丧尸引到他那里去，让他帮我们解决就行了。老大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得到丧尸的名果。可是老大，这娘们只是伤了腿，她这么厉害，不会摸过来杀我们吧？不用担心，老子第一枪的子弹里面有尸毒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把它耗死。你的腿是尸毒，是新型2病毒，比普通丧尸病毒更厉害。我的身体进化程度不足以抵抗，这次我死定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是17号营地的人，他们应该是想要我刚从丧尸体内得到的名果。要是被他们抓住了，我们必死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拖住他们，你快走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中了尸毒，没有青霉素的话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丧尸。你走吧，不用管我，帮我找到我妹妹，叫她快逃。被17号营地的这帮渣子抓到，她会生不如死的。那个人，对，还有办法。青霉素，只要有青霉素就可以解毒吗？什么叫只有青霉素就可以？你不知道青霉素这种东西有多难弄到吗？它是这个世界上最稀有的东西。啊，最稀有？等会儿我开枪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你趁机从天台逃走。这是我妹妹的地址，记住，一定要告诉她。就是现在，快走！啊，他刚救了我。
怎么可以就这样丢下他跑了？青霉素，只要能回到我的世界，青霉素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东西吗？我想回去。系统开启，是否实行穿梭？系统，他刚救了我，怎么可以就这样丢下他跑了？青霉素，只要能回到我的世界，青霉素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东西吗？我想回去。系统开启，是否实行穿梭？什么穿梭？是穿梭回我的世界吗？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那我回去以后还能回来吗？可以。我要回去，现在马上启动穿梭。会不会开车啊？哎，你别占道啊！真是的。青霉素，青霉素。那小白脸一定要通知我妹妹啊！嘿，头儿，枪声停了，这娘们儿撑不住了。走，兄弟们，该去收获战斗成果了。喂，走廊上不准乱跑。是青霉素，拿来吧你！穿梭，穿梭！没死，没死就好。你神经病啊！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妹妹呢？青霉素，我带来了。你怎么会有青霉素？我刚才就是去拿青霉素的。别多问了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青霉素。你不会死的，我们要一起活着出去，吃了它。怎么样？感觉好点没？消肿了，毒素也都退去了。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毒素控制住了，你这是什么青霉素？小的们，去把这娘们儿找出来！是在找我吗？很好，我还想去找你们呢，想不到你们自己送上门了。啊！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还活着？跑！跑啊！不要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看来他不用我担心了。正经人日记？切，正经人谁写日记啊？新闻里说，隔壁省发现了一种新型 R 病毒，感染者会变得暴躁，且具有强烈攻击倾向。我们的城市也开始了大面积的管制和封建。2080年7月24日，电视里说 R 病毒已经全面失控，要求居民待在家中，严格遵守管制。但社区给的食物只剩下最后一包了。9月1日，我决定离开这个牢笼一样的房子。我可不想再像个傻子一样饿死在自己的房间里。趁着我现在还有体力，幸运的话能找到食物。来吧，今天不是你吃了我，就是我吃了你。没了。之后他就没回来了？不会死了吧？这个世界现在的情况，被感染 R 病毒的人都会变成吃人的丧尸。目前食物短缺，城市瘫痪，估计大部分人都已经被感染了。最重要的还有一点，青霉素。青霉素在这儿比宝石还要珍贵，我却可以在我的世界里随意买到。也就是说，发了！你居然有一盒青霉素！我说那娘们儿怎么还活着？跪下！哼，整整一满瓶，要是交给组织，一定会给我连升3级。你小子可以去死了！等等，别开枪，我还有。住手！把枪放下！别过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你要是敢开枪，下一秒我就爆了你的头！刚才的战斗已经引来了大批丧尸，现在放了他还有时间突围。要是拖下去，我们3个都会死在这儿。放了他！萧云兰，你杀了我这么多兄弟，
不会放过你的。萧云兰，下次见面，我一定把你剁碎了喂丧尸，来祭奠兄弟们。喂，他都走了，起来吧。这里应该已经远离丧尸包围圈了，先休息一下再出发。那么，该轮到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有长生果和青霉素这种稀缺物品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有长生果和青霉素这种稀缺物品？这个萧云兰看上去倒像个心思纯正的女孩，不过末世生存法则，对任何人都得留一手，轻易暴露底牌可是会要命的。给你啊，青霉素，这一盒送你了，就当是你刚才救我的报酬。你要是答应之后一直跟在我身边保护我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你认真的吗？不用客气，说下吧。我不光有青霉素，还有其他你绝对渴望的东西。更渴望的东西？对，比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耳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、什锦素盘、熏鸡白肚。天，我可不会为了这些东西就随意答应的。我可不想保护一个可能是敌对阵营的人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不属于任何阵营。你可以把我当成是某个世外桃源里养尊处优的靓仔就行了。这细皮嫩肉的，看起来的确像个养尊处优的少爷。我能活下来也多亏了他给的青霉素。不管怎样，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叫秦爽是吧？以后我会跟在你身边保护你。但如果我发现你刚才说的有一丝假话，我就杀了你。你叫我爽哥也行。你的好运来喽，小兰兰。既然我们定下了契约，我能请教你一些事情吗？什么事？末世小课堂。末世的罪魁祸首是二病毒和明果。二病毒把正常人类变成了丧尸，80%的感染率，让全世界90亿人口锐减到了15亿。明果同时具备植物和矿物2种特征，既可以被生物直接服用，也可以用来制作净化药剂，还可以当做能源储备，还是末世的一般等价物，相当于和平时期的货币。净化药剂分为1、2、3种等级，分别对应20%、30、35的净化概率。能源还可以按照1、3、9的列阵组合，组成的能源阵列能量更大。由于二病毒的快速适应性，高科技基因抗生素对这种病毒效果轻微，反而是多年前最常见的青霉素类抗生素功效拔群。但由于合成青霉素的微生物同样发生了变异，培养条件极其苛刻，生产困难。在这个时代里，青霉素作为救命药变得格外珍贵，价值连城。末世的人类也组成了各种组织，以地区分布，主要分为小、中、大3个级别规模。我们所处的成州便拥有3个小型组织，分别是17号营地、大地建筑和攀登者共协会。之前碰见的那伙人就是17号营地的，他们是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暴徒组织，他们的暴行你以后会见识到的。原来如此，我大概明白了。这附近的丧尸太多了，看来今天是回不去基地了，先找地方休息一晚吧。睡吧，我会在旁边守着的。光看脸的话，还挺难想象他是个这么厉害的存活者。炎黄系统，穿梭回21世纪，开始穿梭。好重啊！你醒了？秦爽，房东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被一个跳楼的疯子给砸晕了。不过医生说了，没什么大碍。幸亏我把你的紧急联系人设置成了我，要不然呢，医院都找不到人交住院费。啊？你啥时候设置的？你饿不饿？我下楼给你买些吃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干嘛那么害羞嘛？我都不好意思了，真讨厌。你看你这连生活必需品都没有，我下楼给你买吧。要给你带点什么吗？有，那麻烦你了。那你给我写个清单吧。趁现在没人，先研究下这个炎黄系统。
看来只要默念炎黄系统4个字，手臂上就会出现光标，挺简单的。穿梭、储存、充能。不过这个充能要怎么充？充电吗？我回来了，累死我了。我来拿吧。哎呀，你别动，你可是病患哦。他是我的房东江落雪，一个富家千金。就算我是瞎子，也能看出来他喜欢我。唉，但我一穷二白，根本不能给人家幸福。但现在我有了这个炎黄系统，借这2个世界之间倒卖物资，或许能有收益吧。等有了钱，也许我和他……小雪，赵叔，你怎么来了？谁告诉你我在这里的？你爸叫我过来接你去粤海轩吃饭。我说了，我不去了，我这儿还有事儿呢。今天你必须去，这是你爸下的死命令。可是，哎呀，赵叔，你别推我。你先在楼下等我。你要干嘛？你别管，先下楼等我。你这种没钱没势的屌丝，也配缠着小雪？喂，醒醒！天亮了，我们该上路了。从这儿出发，大概1个小时就能到基地了。哎，等等我！这就是我们的基地。隐藏的真好啊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，这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。喂，若雨，你看，我把青霉素带回来了。姐，快把药吃了，很快就能好起来的。这是你妹妹？她这是怎么？她中了尸毒。昨天我出去就是为了猎杀变异丧尸，获取冥果来换取青霉素，没想到被17号营地的人埋伏了。姐姐，你遇到埋伏了，有没有受伤？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对了，我带来了一个朋友，昨天多亏他救了我，还给了我们珍贵的青霉素。那真是太感谢您了，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不用谢，2个女孩子能在这种环境下活着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吃点东西吧。好，跑了一天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有那么难吃吗？我吃的还好啊。你们平时就吃这个？你哭什么？有那么难吃吗？没有，只是觉得你们太可怜了。别吃这些垃圾玩意儿了。你等等啊。为什么不吃？这是我好不容易从下水道收集出来的。就这个吧。张嘴。啊，浓郁的奶香，这沁人心脾的甘甜。喂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不动了？好吃。喜欢的话，我这儿还有，给。手，我的手。美味，还能再吃一颗吗？若雨，尝尝这个，太好吃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是奶糖啊，刚才那个哥哥给的。真是太好吃了，活着真好啊。慢点吃，这还有很多呢。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拿去吧，这些吃的都给你们。这是都是我在书上见过的零食，这些全都给我们。都给你们吃，别担心，我这里还有很多呢。不能这么白拿。给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收集的所有冥果，全都给你，拿去吧。这东西一靠近，右手就开始发烫，难道和手臂上的系统有什么关系？好，我收下了。不过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确定全部都给我吗？你给的青霉素救了我们的命，还有这些食物，你本来可以换取更多冥果的，但我现在只有这么多，
其余的以后会慢慢还你的。你还真是个朴实无华的好人呢。这名果和手臂上的系统果然有关联，怪不得一靠近手臂就会发烫。呀，不见了！已充能，穿梭次数+2，穿梭次数3次。原来充能是用来穿梭的，我还寻思研究研究这玩意儿的用处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客气了，多充几个再说。已充能，已充能，已充能。哈哈哈哈！这下我可就无敌了。已充能，穿梭次数为9次。9次，应该够了。剩下的民果我先……我的民果呢？我那么大一包，怎么就剩这俩了？啊？该不是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你怎么了？怎么这副表情？没事，有点便秘而已。吃饭。怎么又吃这个？我不是给过你挺多吃的吗？那么珍贵的东西，怎么能一下全吃完？而且这个可是我在下水道辛苦收集回来的，不吃可惜了。不至于吧？我这儿还有很多吃的呢。可是你不是把所有食物都给我们了吗？他不知道我有系统储物空间，如果再从里面拿出东西来，就太奇怪了。我目前带的食物也不够3个人吃的，还是得回。我目前带的食物也不够3个人吃的，还是得回去多囤些吃的才行。其实我是个商人，每过几天就会有人来给我送货，吃的东西完全管够。商人？之前你怎么没说？那是之前还没有完全信任你。总之，我明天得外出一趟，到时候会多带些食物回来的。我出去取货了。等等，拿着这个。这枪怎么这么小啊？枪不在小，主要是够劲儿。这把枪可是暗杀神器，以防万一，你先带着吧。那我走了，注意安全。姐姐，雨若，你能下床了？是啊，那个大哥哥给的药效果特别好。太好了！姐姐，你暗中跟着他，看他去哪儿了？啊？为什么？这个人的行为举止都跟这里格格不入，对这个世界的规则也知之甚少。他说他是商人，应该是随口编的。虽然对我们非常慷慨，但现在就相信他还太早了。走这么远了，应该没跟着我吧？穿梭，开始穿梭。哎呀，还是先出院吧，老在医院待着，我可交不起住院费。唉，几个月没工作了，积蓄都见底了。以前以为自己会发财，结果还是个穷光蛋。总之，先囤些末世里急缺的物资吧。食品和药品虽然在末世里很珍贵，但根本没有销售渠道。如果去卖给7号营地，他们那帮穷凶极恶的畜生一定会把货抢走，再把我杀了。结账。哦。虽然萧云兰身手厉害，毕竟势单力薄，最多也就能保护我不被丧尸吃掉。咦，他好像说过有些比较温和的势力营地，或许能接触接触。您好，一共是1054元。好的。这么多东西，系统空间应该能装下吧？对了，还得带些换洗衣服，穿梭一次就得耗费半个民果能量，得省着点用。呀，气死了！明明不用这么省的，该死的茅坑！奇怪，这个秦爽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物质跟踪技术有这么差吗？就在这个制高点守着，不信你不出现。把这些东西摆明面上带回去，他们就不会起疑心了吧？什么鬼？来的时候明明一只丧尸都没有啊！怎么
怎么办？越绕丧尸越多啊！没路了！你别过来啊！穿梭！触发被动技能，快速攀爬已激活，是否进行提升？抓不住了！穿梭，快穿梭啊！您目前有7个技能点，升级技能需要消耗1个技能点，每次升级所需技能点是上次的2倍。什么鬼系统啊！提升！已为您提升至2级，耗费3个技能点。啊，这么牛！现在1只手都能抓稳这钢丝了。太爽了，简直跟蜘蛛侠一样！还以为他是个普通人，没想到攀爬技术这么强。雨若说的没错，这个人不简单。来时的路被丧尸堵死了，得先找个制高点。爽啊！哈哈，这系统让人越来越期待了。想吃小鲜肉吗？来啊，来抓我呀！这是我的握力。这么多丧尸啊！就算有麒麟臂也要完蛋啊！溜了！好险！走位还是不能太风骚，刚才但凡被抓破点皮，就完蛋了。哎，怎么感觉比刚才轻了很多？我爆呢！怎么可以这样？所以我走这么一遭，啥也没捞着，物资还丢了吗？行，那可是用来赚第1桶金的棺材本儿。看，贝比们，我又回来了，想不想吃白白嫩嫩的小人手啊？哎，对，就这样，不要急，大家一个一个来啊。没了吧？嘿嘿，这丧尸也不过如此嘛，劣势小技就解决了。错觉吗？是 BOSS 吗？速度这么快，怎么靠近的都没看清？我现在传送回去，等我再回来，还是会在原地。可恶！系统，所有能量都升级技能。已将所有能量全部清空，快速攀爬已为您升级为6级，获得特技胆大心细和如履平地。看清你的动作了。不，用所有能量升级，居然只能和他的速度持平。拼了！还
让你狂，让你狂！这是民果，哈哈！看来还算捞回点本儿。居然能逃出来，这个秦爽的战斗力应该和我不相上下了。我回来了，快来看看我都带了什么好东西，包你们大吃一惊！爽哥哥，你回来啦！你是？是我，小宇宙，拆了绷带就认不出人家了吗？爽哥哥，你怎么浑身都是血啊？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没事，这都是丧尸的血。真的吗？你可不能骗雨若，还是让雨若为你检查一下吧。哦，好啊。活着真好。的确没有什么伤口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爽哥哥，你身上这么脏，得赶快洗个澡，我和你一起洗吧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一起洗？对呀，现在水资源很少的，我们得节约用水才行。爽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忙啊？快点进来啊！那什么，这事让你姐知道不会杀了我吧？怎么会呢？姐姐不会生气的，平时我们俩也会一起洗的。这样不好吧？不要磨叽了，快点进来吧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哈哈，我来了。我停下，秦爽，我妹妹你都看见了吧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哈哈，我来了。我停下。秦爽，我妹妹你都看见了吧？我什么也没看见。你看看我都带了什么好东西，这么多东西够我们吃好多天了。对了，为了营养均衡，我还带了水果。这个是香蕉。你很喜欢？别客气，给吃吧。好甜啊！姐姐，好多好吃的，就像做梦一样。秦爽，这么多吃的全部都给我们吗？你要知道，这可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资啊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已经承诺过了，只要你保护我的安全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。之前他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却一直躲在暗处，没有出手。我的存款最多也就只能再买一次这么多量的物资了，我得想办法快点搞到钱才行。还得弄到民果补充能量点，之前给技能升级已经全部用完了。钱？你要钱干嘛？现在的钱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准确来说，应该是金银财宝什么的。我的生意就是用物资来换取这些东西。你看这个行不行？这个质感，这是黄金。对啊，我记得是叫这个来着。这东西现在也不值钱了，我看它方方正正的，就拿来垫桌角了。这个算是你要的金银财宝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那边桌子底下还有5、6块。都归你吧，反正我们留着也没用。发财了！
小雪，我有钱了，我终于可以。雨若，你要干什么？现在杀了他，他的物资全都是我们的了。啊，不行，是他救了我们，要不是他给的青霉素，我们俩活不到今天，怎么可以恩将仇报？难道你忘了吗？当初基地有人背叛，我们被17号营地追杀，基地上下几十口人全部惨死，只有我俩苟延残喘的逃了出来。今天在浴室，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早就把他的眼睛挖出来了。雨若，秦爽和那些叛徒不一样，我们俩全部身家加起来都换不了1盒青霉素，但秦爽还是把珍贵的药品给了我们。你们俩干嘛呢？怎么光动嘴不出声呢？爽哥哥，雨若想跟你一起睡吗？什么？秦爽，我也要和你一起睡。你也一起？美梦成真。云兰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有事咱私下好商量，但你妹妹还在这儿呢。秦爽，今晚只能我在你身边，以后也是，只要有我在，没有人敢在夜里偷袭你。确实安全最重要。不过能不能先睡觉？我好困啊。爽哥哥，你是进化者吧？什么进化者啊？我就一标准靓仔而已。那你是怎么逃出那栋大楼的？你怎么知道？雨若的鼻子很灵的，你昨天一回来我就闻出来了。那个大楼很恐怖的，能活着走出来的都是很厉害的进化者。爽哥哥，你一定也很厉害吧？我昨天走错路了，不过在里面没碰见几个丧尸，全靠云兰给我的手枪才侥幸逃脱。哦，这么说你枪法不错了，那跟我去靶场练练吧。全靠云兰给我的手枪才侥幸逃脱。哦，这么说你枪法不错了，那跟我去靶场练练吧。你确定你瞄的是靶子，还是说你有什么眼疾？我来教你。手臂放松，静下心，瞄准目标。打中了！激活远程武器掌握技能，是否升级？这系统果然还能激活更多技能，但是我只剩下从红丧尸身上得到的那枚冥果了。一个冥果能充2个能量点，我还要留着用来穿梭。云兰，你知道哪里有卖冥果的吗？你是说能交换物资的地方吧？当然有，离我们这里2公里有个小型物资交换处，那边应该有冥果交换。太好了，你带我去吧。谁啊？老葱头，你也太一惊一乍了吧？抱歉，我怕的可不是丧尸，我怕的是人。说吧，你们想交换什么？我们想交换冥果，你这里有吗？你想拿什么交换？这个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！21世纪前期的鲜肉罐头，在这年头，哟，可是太少见了。等会儿，先把冥果拿出来。来，你这小子看起来傻了吧唧的，人倒是挺精明啊！
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？丧尸不可怕，怕的是人。我还是防着点好。那你等着，我去把东西拿出来。啊，这是我这里所有的名果，一共11颗。按市面上的价格来算呢，一个变异肉罐头可以换2个名果。但你这是高级货，我可以算你4个名果。但我只有11个名果，少的这个名果我以后补给你，怎么样？不用补了，而且我再给你一个罐头。哦，但是呢，我有个请求。什么？你仔细看看，认识这个吗？在下眼拙，这东西应该是黄金吧？哈，没错，眼力可以啊！看来找你没错了。多给的罐头是你的佣金，老哥您一看就人缘广，帮我收集这种金属，我会拿罐头跟你交换，如何？小子，你这生意听起来是挺有赚头的，但你拿着黄金干什么？这东西也不值钱呀。这个您就不用操心了，你尽管使劲找，越多越好，再多我都要。已充能，能量点剩余24点。升级4次远程武器掌控。远程武器掌控已升级4次，获得了一个全新主动特技厄运攻击，剩余能量9点。下次升级需要消耗16个能量点。耶，全中！哈哈，我这算是神枪手的水准了吧？对了，刚才激活了新特技厄运子弹，听起来很牛的样子，打一发试试看。提醒：厄运子弹1天只能免费使用1次。啊？咋这么抠的？那我怎么才能使出厄运子弹呢？大喊厄运子弹发射即可。放个招还得大喊出来，这也太羞耻了吧！你们人类不是都喜欢在发招前喊出招数名称吗？这是按照你们的习惯设定的。你这人工智障，这时候倒学会体贴人了。厄运子弹发射！哎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这威力不就是个普通子弹吗？姐，他在干嘛？不知道。这些杂物就放在这里吧，得给秦爽腾出个房间来。哦，看来我还得再研究研究。哎，这么多东西你拿得动吗？我来帮忙搬吧。一点不重啊，这点重量对于我们进化者来说根本不算事儿。进化者有这么厉害吗？差不多吧，反正普通的幸存者是无法与其相比的。但是能成功进化的人非常少。那成为进化者有什么条件吗？我有没有可能成为进化者？你确定要变成进化者吗？进化者都这么厉害吗？差不多吧，反正普通的幸存者是无法与其相比的。但是能成功进化的人非常少。那成为进化者有什么条件吗？我有没有可能成为进化者？要想成为进化者有3种途径。第一种，感染2病毒，只要能扛过去，没有成为丧尸，成功免疫，就有机会成为进化者。但这个办法只在2病毒大爆发的初期比较多，后面就很少听到了。第二种，直接吞服名果，吃下去之后，只要没被撑爆，有小于10%的几率成为进化者。第三种，服用进化药剂，1级进化药剂有10%的几率可以成功成为进化者，2级20%，3级30%。听说那些大型组织还有更好的进化药剂。那这药剂在哪能弄到？不管要多少物资，我都可以换。我可以带你去大地建筑联盟那边碰碰运气，他们和17号营地不同，是只看利益的组织。你用物资应该就能换到进化药剂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出发。哼，话说雨若妹妹不跟着一起来吗？而且
我这几天怎么总感觉他在瞪我啊？不用管他，他瞪你是因为他有病。怎么感觉基地附近的丧尸越来越多了？看来得找个时间清理一下了。该死的秦爽，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？啊！什么鬼？对面的大楼怎么感觉要塌了？这也是你的基地？为了保险，我会设立几个补给点。大地建筑联盟离我们这儿的距离比较远，还是开车比较好。走高速2个半小时就能到。有几个丧尸在后面跟着我们。没事儿，过会儿就能把他们甩掉了。我说，你确定要变成进化者吗？你应该知道，就连最高级的进化药剂也会有致死率。我现在不确定要不要服用，不过先买到手再说吧。这次去大地建筑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交换物资。据云兰所说，这个大地建筑联盟应该是类似商会一样的组织。不过你难保看我们只有2个人，杀人抢货。看来第一次交易不能放太多东西出来，先建立双方信任再说。是红僵尸！怎么会一下出现这么多？快开枪把他打下去！怎么打不中？老子明明百发百中的。红丧尸会本能的躲避子弹，一般速度的武器伤害不了他们。秦爽，你来开车，我来搞定他们。我说你们不要伤害我的保镖啊！秦爽，怎么会？这些红丧尸，你一瞬间全杀了。好险，差点就赶不上了。萧玉兰，糟了，不能再隐藏了，速战速决！会躲子弹是吧？老子怼着你的头开枪，你总躲不掉了吧？嘿嘿嘿！这个秦爽居然这么强，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把6只红丧尸全秒了，这已经接近于1级进化者的能力了。哦吼！发了，全是民国，又可以升1级了。看来刚才那么高速的运动，身体还是消耗不起啊。要不多健身看看？这民国怎么这么难找？别忘了，秦爽，看周围。怎么突然这么多丧尸啊？不清楚，总之先上车离开这里。省点子弹，这么多打不完的。走不动了，丧尸的残骸卡在车底了。萧云兰，你还剩多少子弹？没多少了。我这只剩10颗子弹了。10颗子弹在这么多丧尸面前，一根毛都不算。我现在能用的技能只有厄运子弹了。系统，你之前是说每天只能免费领取1发厄运子弹是吗？是的。那我剩余的技能点能买几发厄运子弹？剩余技能点9。厄运子弹首次购买，每次只消耗1个技能点。那我买7发厄运子弹。技能点减7。厄运子弹当天使用量1加7。剩下2个技能点是穿越用的。如果8发厄运子弹打出去都没用，那我只能先穿越回现代了。
但是萧云南怎么办？他一个人肯定逃不出去的，他绝对会死在这里。别担心，这车很牢固，他们一时半会儿是进不来的。不是叫你省着点用子弹吗？这么多丧尸，你把子弹全打完也无济于事。总之，你要至少留下1颗子弹，这对你有用。1颗子弹能有什么用？我永远都会留下最后1颗子弹。你不会想让自己被丧尸活活咬死的。最后这颗子弹是留给自己的。这个世界死亡是最常见的事情，我随时都做好了丧命的准备。但是我希望自己能不那么痛苦的死去，所以我建议你也留下1颗子弹。没反应，8颗子弹全打出了，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下雨了，至少我们不用担心被困在这里的缺水问题了。现在我们只能求老天保佑，附近有其他人把丧尸群引开了。但不会有人这么好心的。好臭！雨水把丧尸身上的腐肉泡发了，所以每到下雨天都会有股腐臭味。桶都接满雨水，把洞补上吧。这雨下的真大啊，好久都没下过这么大的雨。再这样下一天，也许能看见有趣的东西。什么有趣的东西？丧尸本质上是不死不腐的，但是水分会流失掉，所以你现在看见的丧尸都是干枯状态的。不过，当它们被水泡过一段时间后，皮肤就会膨胀起来。乍一看，好像它们当初活着的样子。不过这只是暂时的。如果它们继续吸收水分，皮肤就会被撑得更大，直到皮肤张力极限，最后爆发。但是它们还不会死，只是外形会变得更有趣而已。别说了，伴着这个尸臭味，我都有点想吐了。快看，它们已经变回人样了。这就是你生前的样子吗？看起来和我年龄差不多。如果你还活着，如果这个世界还正常，如果这个世界还正常，你会做什么？啊？这个问题我倒是还没想过。如果没有丧尸，如果这个世界还正常，我想当个甜点师。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不会，这个职业很适合你。留下萧云南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再休息一天，也许能带着萧云南用极速攀爬技能冲出丧尸群。啊！好密集的闪电！这个地区一直很干旱，从没见过这样的天气。全倒了！所有的丧尸都被雷劈死了。把尸体搬开，挪出一条路来吧，不然开车出不去。好烫！天亮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是啊，活下来了。哎，有辆车过来了，快去报告给守门官。是。守门官大人，快醒醒！城门外来了辆车。妈的，这才几点啊就来人？派人下去问问。哎，车上的人都下来！没见过你们，哪儿来的？是来寻求庇护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是商人，是来交换物资的。你说你要交换物资，把东西拿来，给我看看。罗哥，这是他们要交换的物资。喂，物资还没换呢，你怎么就打开了？没事，正好让你们试试商品的成色，你快尝尝看，怎么样？算你识相。好香啊！罗哥，味道怎么样啊？可以了吧？这一罐头都被你吃完了。这么点东西，我还没吃就空了，都没尝到味儿呢。2月10号到2月12号连更3集。
可以了吧？这一罐头都被你吃完了。哼，这么点东西，我还没吃就空了，都没尝到味儿呢。没事，我这还有，你再来一个。秦爽，他已经吃了8个罐头了。你知道8个罐头能交换多少东西吧？还行，吃了个3分饱，剩下的汤汁就赏给你们吧。别抢，这是我的。这罐头味道不错，我会为你们通报城主的。来人，把这2位客人送到待客区等候。跟我来吧。新到的物资，你瞧瞧，我这东西质量绝对没话说。这些房子都住了人吗？当然，这些都是城主慷慨庇护的难民们。要不是城主的帮助，这群人早就在外面被丧尸吃掉了。他妈的敢偷药品，看我打死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饶命啊！我再也不偷了。是个女的。哎，大哥，手下留情啊！有话好好说嘛，干嘛动手呢？躲开！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？他居然敢去仓库里偷药品！药品是比食物还要珍贵的稀缺物资，擅自动用药品，重则死罪。这个小妮子居然偷了好几次，得亏这次被我给逮着了。你把药都藏哪儿了？快给我交出来！这事儿就不劳你们城外人操心了。对于小偷，外面自有司法做出处罚。请继续跟我走吧。你这小妮子，跟我回区司法处，看司法长到时候怎么处置你。今天城主大人有事儿，没空见你们。楼上是工人休息的卧室，明天我会带你去见城主大人的。你好，你看见我孙女儿了吗？没看见。你有看见我孙女儿吗？滚开啊，死老太婆！耽误老子下矿你就死定了。我的孙女儿，棕色头发，扎了个小辫子，昨晚到现在她都没有回来，有谁看见她了吗？那老人家的孙女就是昨天那个女孩吧？应该是吧，不用担心，会有人通知她的。老人家，你的孙女昨天偷药品被人送去司法部，你去那里问问看吧。小月被抓了。都是因为我呀！他偷药品是为了治我的病，要抓应该抓我才对呀！是我吃了药，应该抓我才对。司法部，我要去司法部。小月啊，奶奶来了。好了，和城主见面的时间快到了，走快点吧。城主，那个叫秦爽的商人已经到了。让他进来吧。你就是秦爽吗？是我。我的交易准则是只和熟悉的人交换物资。不过听侍卫说，你带来的罐头肉质异常美味，是不是真的呀？我这罐头确实肉质新鲜，吃过的人都说好。城主，您可以尝尝看。城主大人，请用。太好吃了，这比我平时吃的异兽肉要好吃10000倍。你这罐头还有多少？我全都要了。你要什么物资，我都和你换。太好了，城主大人，您可真识货呀！说吧，你想要交换什么物资？我想要交换冥果、净化药剂，还有黄金。黄金？城主大人，黄金是……我还当是什么呢？原来是那个玩意儿啊！可以交换，黄金我这有的是。来人，带他下去清点物资，把他想交换的东西给他。是。城主大人，我这儿还有个请求。哦，什么？昨天有个女孩偷了仓库的药品，现在被抓进司法部了。我会用她所偷药品的3倍物资来补偿你，只希望你能放过她。
有这事吗？是有这事儿，这个小偷已经被基奇司法长关押进监狱了。既然你肯出3倍物资来补偿，那我倒是没什么损失。交换完物资后，我会让侍卫带你去司法部放出那个女孩。谢谢城主大人。您所有的罐头能换取的物资就是这些了，其中黄金10斤，民果100颗，净化药剂2支。好的，谢谢。数目是对的。现在民果有100颗了，可以升好多级技能了。不过更紧要的是，找个日子回到现代一趟，把这些黄金都卖出去，不知道能卖多少钱。这次肯定是发了。数目是对的。现在民果有100颗了，可以升好多级技能了。不过更紧要的是，找个日子回到现代一趟，把这些黄金都卖出去，不知道能卖多少钱。这次肯定是发了。城主给你的释放令，你拿好，我带你去司法部。嘿嘿，好的，多谢。萧云兰哪去了？不是应该在大门口等我吗？那个是什么呀？好惨啊！太吓人了！快看看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情况？司法部门口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挤在这儿干什么？你们是没事做吗？看来是矿场给你们的工作量太少了，是吧？明天我就提议城主，把你们的工作量加倍。不用赶他们走，是我让他们过来的，正好让城里的人都看看，窃取城主财产的人是怎样的下场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听清楚了，作为低等的未进化人种，你们能在末世活着，完全是因为城主的仁慈庇护。城里的所有东西全是城主大人的，擅自使用就是以下犯上，死罪！小月啊！哎呀！开什么玩笑！混蛋，你拿人命当什么了？他偷药只是想医治他的亲人而已。没见过你，你是进城来交易的商人吗？是商人，好好做你的生意就好，别多管闲事。哈哈，基奇司法长，这的确是城外来的商人，第一次来可能不懂规矩，请您原谅他。那这个女人也是和你一起来的吧？萧云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女人擅闯监狱，被我抓了起来。还有，她貌似对我杀死那个女孩的事情也非常愤怒，所以我正在犹豫，是否要放过她。算了，还是直接处死吧。哎，司法长您息怒啊！这2个人带来了城主10分钟意的食物，如果杀了，城主就再也吃不到这些东西了。那留1个人活着就好了。系统，将所有民果全部充能。充能完毕，技能点加200。现在的技能点能升级多少次？技能点202，可升3级。好，现在升级。升级完毕，目前为7级，下次升级需要128个技能点。检测到肉体损伤，需耗费技能点50恢复，是否确认恢复？确认。技能点减50，剩余技能点44。这个男的一定会真的杀了萧云兰，把萧云兰这么轻松就抓住，他实力肯定不弱。也许厄运子弹能把他解决掉，但是会伤及到周围的民众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极速带萧云兰逃出这座城。我又升了3级，体能也有所提升，应该能坚持到逃出这里。急速攀爬，激活！
爽啊！攀爬技能比以前能撑更久了。秦爽，别担心，我们先逃出去。到极限了，这个距离他们应该追不上了吧？好险好险！对不起，秦爽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别这么说，你没有做错，只怪我没有早点过去。谁能想到他们动作会那么快？都怪我太弱了。我要是能再拖延一些时间的话……对了，那个基奇司法长很强吗？他应该是个5级进化者。5级进化者，这算是特别厉害的吗？进化者都是从第1级开始修炼的，每突破1级都是非常困难的事。我用了10年才突破到第3级。每个营地都会有高级进化者来守护营地安全，但5级进化者还是特别少见。据说有进化到10级的绝世强者，一招就能击碎一座城市。我还以为有了系统，我就能独霸这个世界了，没想到这个末世居然还有这种强的过分的人。看来我想的太简单了。小心！秦爽，我有说过让你们走吗？秦爽，我有说过让你们走吗？秦爽，喝了净化药剂。宁愿赌上爆体而死的风险，也要设法打败我，就像一只明知要死的虫子，在做最后一刻的挣扎，真是相当有趣呀！秦爽，你为什么总是要打架呢？老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要和同学们好好相处。我不要，他们欺负我，我就要打回去。我去你大爷的！老子叫你别在学校打架，你当西北风了？别给老子丢脸了，行不行？他们说我有娘生没娘教。秦爽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。张经理，为什么？我做错什么了？老板叫女员工多喝几杯，这是常有的事。你干嘛总多管闲事啊？以后你还是多学着点吧。放开我！嘿嘿，别走嘛，玩玩嘛！啊，我们请客。喂，你们干什么？别他妈多管闲事，给老子滚！放开老子！晦气，这小子跟疯狗一样。我们走吧，要不然乔子来了。行，哼，臭小子，别再让我碰见你。谢谢你，多亏你出手帮忙。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，你好像伤得很严重。没事，擦伤而已。你赶快回家吧，这周边不太平。等一下，我看你拿着行李箱，你是不是没地方住啊？我家有套房子正好在出租，要不你来我这儿吧？我的确在找房子，你那边房租是多少钱一个月啊？别担心，很便宜的。死狗一样，看来是进化失败了。他快迷失了，已经陷入到无尽的回忆里了。2级进化药剂的概率太低，这样下去，这个人选也只能走到这里。这次的确素质不高，干脆再找下一个吧。我们试了这么多次，终究还是不能成功。也许毁灭才是他们的宿命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这手艺都可以开饭店了，
我吃一辈子都不会腻。只要你想吃，我就天天给你做。啊，对了，我下午去最近很火的甜点店买了蛋糕，尝尝看，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我想当个甜点师，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怎么了？我好像忘了什么事情。你干什么？你想杀我就直接动手好了。我不会杀你的，把城主需要的物资商全部杀光，我会被骂的。而且你的脸长得不错，实在没用了还能挑断手脚筋，送给城主玩玩。走。秦爽，你进化成功了，我还以为你已经……我可没那么容易死。恭喜你，进化成功了。就算你进化成功了，也只不过是一个1级进化者而已。难道你天真到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金色灵体，不可能！这是只有10级进化者才会拥有的东西。他明明是刚进化完成的，怎么能使用金色灵体？但那绝对是金色灵体没错，和那次见过的一样。他明明是刚进化完成的，怎么能使用金色灵体？但那绝对是金色灵体没错，和那次见过的一样。怎么回事？有股强大的气息从城外10里处传来，是哪位强者路经此地吗？我去，老大，怎么了？这股气息强啊！你也感觉到了吗？秦爽，撑住，我这就给你包扎伤口。不行，这么大的伤口根本止不住血。这是血止住了。秦爽，一定要撑住啊！我这就带你去找医生。气息消失了，这么强的进化者怎么会在我这附近打斗？不会是我哪里得罪了他吧？不过我可是正经生意人，照理说没惹过4级以上的进化者啊。快开门！哎呦！小云兰，这人撞坏了，你可得赔我！别说废话了，快帮我救人！真是奇怪啊。怎么了？秦爽他没事吧？不能说有事，也不能说没事。他的生命体征很奇怪。总之，我先给他包扎好伤口吧。我刚刚扫描了他的内脏，发现创伤部位有一大片金属物质覆盖在上面，可以说是这些金属保住了他的命。奇怪啊，我从没见过用这种方法治疗伤口的。那意思是说他没事吗？我可不能保证，因为这事儿确实太奇怪了。那到底是怎样？先把他留在这儿，让我观察几天吧。你们几个过来揍我！老大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就是，我们怎么可能揍你呢？你们平时被我欺负的那么惨，难道不想报仇吗？哼！来，揍我一顿，让你们消消气。别担心，我不会怪罪你们的，放心揍吧。臭小子，
叫你们揍，竟然下手这么狠，看老子以后怎么收拾你们！哈哈，赵医生，我又受伤了，你快给我治一下吧。你这个月已经是第3次来了，你这伤的也太频繁了。嗨，我们这种工作就是很容易受伤的，这次还是要麻烦赵医生了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萧云兰，你杀了我这么多兄弟，不会放过你的。萧云兰，下次见面，我一定把你剁碎了喂丧尸，祭奠兄弟们。被他发现我们的话，一定会派人来围堵我们。我得在他通知营地之前离开这里。那间房间有病人，你来这边，给你包扎。哦，好的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们必须得走了。但是他现在不能乱动，快把他放下来。你干什么？赵医生，这2个人杀了我10几个兄弟，我说过一定要弄死他们。我已经发信号了，营地的兄弟就在附近，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们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在我的诊所里杀人，这是我的病人。如果你敢动他们，那你以后都别想让我医治你。可是，我是认真的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动我的病人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对你病人动手，但不是你的病人就没问题了吧？哼，就让你们再多活几天，我会派人堵在这周围。我夏松保证，你们出诊所的那天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恭喜你，已成功进化为完美1级进化者，天赋巨能。我居然没死！你消耗3年的寿命，巨能击败了5级进化者。什么3年寿命？你在无意识中依靠本能激发了巨能天赋，越级打败了强敌，代价是消耗自己的生命能量。没想到你能靠自己的意志力进化成完美进化者，是我们低估了你。是谁在说话？人类有句名言：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你的进化会激发系统更多的功能，好好使用吧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系统？回答我的问题。当你走到道路的尽头，我们会见面的。人类有句名言：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你的进化会激发系统更多的功能，好好使用吧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系统？回答我的问题。当你走到道路的尽头，我们会见面的。哦，真是太神奇了！只用了1天，伤口就已经完全消失了。就算进化者里也有自愈能力出众的，但像他这种速度的，我从没见过。那秦爽怎么没有醒？照理说也应该要醒了，可能需要给点刺激才行。干什么啊你？你变态吗？不，看样子恢复得很好啊，很有精神的样子。秦爽，你先把衣服穿好了。也就是说，17号营地的人现在已经包围了这片地方吗？对，在全盛时期，我是能够打败同是3级进化者的夏松的。可惜之前的战斗，那个司法长基奇踢中了我的内脏，所以昨天我并没有轻举妄动。这群恶徒，现在就出去把他们搞定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好好养伤。现在的我，一个人就能把他们都干趴下。夏松哥，我们干嘛不直接冲进去，把那2个人杀了？不行，我答应赵医生了，你们给老子好好在这守着。资源站那边的人说，赵医生今天下午会去资源站采购药品，我们趁这段时间进去把他们杀了不就行了？
到时候就说是他们自己走出诊所的，赵医生也不会怪你的。对啊，这方法可以，就这么办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，男的杀了，女的要尽量留活口。不用劳烦你们走一趟了，我秦爽自己来了。哼，小兔崽子，居然敢自己送上门来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，把这小子给剁了！你目前为1级完美进化者，使用极速攀爬技能，速度加20%，力量加100。怎么可能？上次看到的你，明明是个普通的低级人类，这么短时间内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我要是用武器的话，你们应该全都死了。不过看在你昨天没有出手的份上，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。你现在跪在地上学狗叫，再叫我声爷爷，那我就放过你们。给，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所有了，你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东西吧。就是我要的金子，来，这是交换的罐头。谢了，找金子的事你继续帮我张罗，罐头少不了你的。真是搞不懂这小子，拿金子能有什么用？现在的通用货币应该是民国才对吧？一共20斤黄金，发了！云兰，我先出去一趟交易物资，我得再带些食物和水回来。好，路上小心点儿。穿梭。谁呀？跳这么急？秦爽！房东，你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是你怎么了才对？你这些日子都去哪儿了？打电话你也不接。我这几天有事出去了，那边手机没有信号，对不起啊。真是的，有事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把我吓死了，我差点就报警了。以后你不许这样了，你有事出去得提前告诉我。我知道了。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我送你个礼物吧。啊，我不要什么礼物，你本来就没几个钱，就不要破费了。哎呀，钱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这次出去赚了不少呢。走，我们去买你喜欢的东西，想买啥都行。秦爽，这家店很贵吧？我们去其他店看看吧。款式都挺漂亮的，你快选一条你喜欢的。我这次赚回来的钱能买几百条这样的东西，而且我之后还会赚更多的钱。这么多？秦爽，你干啥去了？能赚这么多钱？你好，能把你们这儿最好的商品拿出来看看吗？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戴上看看。我很喜欢啊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喜欢就好，那就这个了，请把它包起来吧。好的，先生。对了，你在这坐会，我去对面银行存东西，去就回。好。你好，你们这儿回收黄金吗？是的，请问您要回收多少颗黄金？这么多！您就是秦先生吧？让您久等了。没事。那么您带来的黄金能让我看一下吗？就在包里，你自己看吧。纯度你们可以检测一下，一共20斤，你算算能换多少现金吧。您在这儿签字就可以了。经理，这人一共换了多少钱啊？20斤黄金，全都达到99.6%以上的纯度，一共换了660万现金。经理，这人一共换了多少钱啊？20斤黄金，全都达到99.6%以上的纯度，一共换了660万现金。
你快摘下来！你干什么？给我放手！这项链是我的，给我摘下来！什么？你不是还没付钱吗？没付钱就不算是你的。怎么了？这是？这个泼妇抢了你送我的项链。服务员，这条项链我要了。那这是现金，不用找了。等会儿，我拿金子买。这块金子够做10几条这样的项链吧？我先付的钱就是我的。服务员，给我把项链包起来。喂，臭小子，你这金子一看就是假的。这位女士，对不起啊，这个项链最开始就被预定了，所以就算你先把钱拿出来，这个项链也不能卖给你的。什么？请拿好，美女慢走。这对狗男女，看我能不收拾你们！给我等着！差不多了，咱们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吧。好。是这小子吧？对，就是这对狗男女。嗯，你们两个狗崽子，居然敢抢我马子的项链！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小子们，给老子把他们的脑袋打烂！清爽，快跑！好了，我们去菜市场吧。可是刚才那群人呢？他们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可能他们发扬巅峰了。我们快走吧。一共5块6。好，谢谢大婶。小雪，赵叔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你们在我手机里装了跟踪器吗？你忘了你答应过你爸什么吗？走，跟我回家。对不起，小雪她不想跟你回去，你走吧。你小子还要我说几次？你这种人根本配不上小雪。小雪的父亲已经在给她挑选条件合适的未婚夫了，找到后会直接结婚。小雪，你还记得你爸曾经说过，如果你不听话，他会怎么做吗？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叫人把他手脚剁了丢河里去。我知道了，赵叔，我跟你回去。等等，如果我变成了有钱人，那小雪能跟我走吗？你是说你账户里的那600多万吗？别做梦了，小子，等你在1年之内能赚6个亿再说吧。6个亿！小雪，等着我！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在大地联盟的手里。他们说想要他，就得拿1000个冥晶交换。这么多，我所有的财产加起来也就这么多。这群奸商是想把我吸干了不成？他们说你要是出不起就算了，那东西不愁找不到买家。虽然这个价钱确实离谱，但如果把它买下来送给那个人，那他一定会愿意和我合作的。只要得到他的帮助，别说是1000个冥晶，以后整个基地的物质都会是我的。知道了，你去把那件东西带回来吧。这东西我要了。是。我回来了。哇，这次带的东西比上次多了好几倍吧？嘿嘿，大米、面粉、肉、蛋、奶全都有。你带这么多面粉过来干嘛呀？给你做甜点啊！我记得你说想当甜点师的吧？可是我的任务是保护你，哪有闲情去做甜点？可是你的伤势还没有好吧？这次出去你还是别跟着我了，在基地好好休养吧。那我和你处理跑伤吧。好，那真是帮大忙了。不行，雨若，你干什么？你不会是想在路上暗杀秦爽吧？想什么呢？你妹妹我有这么阴险吗？总是白吃白拿的，我也怪不好意思的。这次出去我会全力配合秦爽的，你就别担心了。行，那咱们明天出发。这基地大门怎么这么窄啊？这样才易守难攻啊！
防丧尸更防敌心。这就是那件宝贝，快打开，让我看看。就这，怎么感觉就是个普通的石头棍子？不会是假货吧？哎，别碰！这棍子上有尸毒，就算是进化者碰到，也会在几分钟后中毒变异。就算是5级进化者，也最多只能把它拿在手上15分钟。竟然有如此高的毒性，难怪那个人想得到它。你验过真假没？验过了，找到了5个未进化者，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，刚碰上这根棍子就立刻变异成了丧尸。好，干得不错，你办事我还是最放心的。团长，刚才来了2个商贩，想交换物资，身上背了一大包罐头，看起来很有钱。哦，真是雪中送炭呐！我正穷得叮当响，小肥羊就送上门了。走走走，宰羊去！团长，刚才来了2个商贩，想交换物资，身上背了一大包罐头，看起来很有钱。真是雪中送炭呐！我正穷得叮当响，小肥羊就送上门了。走走走，宰羊去！这个街灵4基地，我和姐姐其实不怎么接触，我们应该先调查清楚再过来的。但是我现在得想办法快点搞钱才行。你不是说这边最高级也只有3级进化者吗？我有把握带着你全身而退的，不用担心。我远道而来的朋友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听说你们带了很好的物资来交换，在哪儿呢？在这，这些全是。哎呦呦，不得了啊！这1个罐头就价值不菲，这2包加起来可有100多个了吧？那你们想交换些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想要冥果和黄金，珠宝也行。你们关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和你们好商量一下价格而已。秦爽，快跑！你们这些末日里的人怎么都这样？我只是想好好做生意而已。上！极限攀爬使用后，握力将大幅提升，可轻松用手指插入坚硬的石块当中，同时腿部力量大幅提升，人体会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弹跳力，进行高速移动，手指一弯，精准发力，在极短时间内形成秒杀对手。这个秦爽居然这么厉害！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哎呀，哎呀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的哥，我知道错了。为什么要逼我呢？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。我给你物资，你想交换的物资，我按数1个不少的给你。什么？你刚才都想杀人抢货了，还以为我们会和你这种黑店交换物资吗？不，我会继续和他们交换物资。秦爽，你是傻子吗？这种人你还相信？小心什么时候背后里放冷枪！敢动坏心思，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你刚才已经看见了。当然，像您这样的高手，我们尊敬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动什么坏心思呢？请您随我来，我把该交换的物资给您看看。请看这个。这什么？一个破棍子？我要的物资可不是这个。您有所不知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做出抢人物资的无奈之举，因为我所有的家产都来买这个棍子了。这个棍子可不是破棍子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珍贵宝器，使用它能让伤害大幅度增强，据说用了它能越级打败比自己等级高的进化者。不信您可以试试看。哦，真有这么厉害？臭小子，只要你碰上这棍子5秒，就会被尸毒感染变异。想和我斗，你还是太嫩了点。你死定了。算了，还是你来试吧。
什么？武器这种东西，还是得您亲自试试看比较好吧？不用了，你试一下吧，我看看棍子威力有多大。可是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我叫你试你就试，抓住他。不行！再说一次，给我用手把棍子抓起来！这就想要了？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棍子是什么吗？明明都给过你再次合作的机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秦爽，杀了他！不要！你饶了我！不要杀我！怎么样？把一个人的生命捏在手里的感觉，很爽吧？雨若，收拾一下，我们走吧。什么？这就走了？他刚才可是想害死我们，为什么不把他杀了？哎，难不成你是不想看他死得太难看？还有很多可以让他没有痛苦的死法，比如毒药或者……别说了，我们走吧。这个棍子我就拿走了，算是你想害我的补偿吧。哼，连个人都不敢杀，空有一身本领，也不过是个圣母废物。这种人根本保护不了姐姐。等一下，你能救救我们基地吗？等一下，你能救救我们基地吗？搞什么？你当我们是什么慈善组织吗？只要你答应帮我们，事成之后，这个基地所有的物资任你拿。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如果没人来帮我们，这个基地迟早会被毁掉的。你还想耍我们吗？看来真是嫌命长了。不是的，为了请动5级进化者来帮我们，我们送去了无数的物资，但是他们依然想索要更多的东西，我们逼不得已，只能做出抢劫的勾当。请跟我来，你们只要看了那个，就会明白了。看那边的坑，看见那坑里的尸体了吗？那是我们基地1天之内被杀死的人。啊，这么多，是谁干的？哎，不是别人，是我们基地的首领。为了防止传染病，我们每天都得焚烧尸体，只要一靠近这边，就会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烤肉味儿。你们首领疯了吗？如果每天都杀这么多人，你们基地的人用不了多久就全部被他杀光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决定夺权，把首领关起来。这就是你花大价钱也要找到5级进化者来帮忙的原因？对。但是一个5级进化者是不够的，最少也得3个一起上，因为我们的首领是一个7级进化者。都得死！哎呀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喂，我说李团长，我们虽然答应过帮你，但是咱们可是提前说好了的，至少得凑齐3个5级进化者，我们才会动手。但是在场的所有人当中，我没有感觉到第3个5级进化者的存在。李团长，这是想耍我们吗？不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们当中虽然没有5级进化者，但是我请到了一位有越级实力的高手。什么？是你吗？我能感觉出你是4级进化者，你能越级打败我吗？您认错了，越级的进化者不是我。我要说的是这位才是，他叫秦爽，实力相当了得。你是1级进化者吧？你能越级打败5级进化者？以前是打败过一个。荒天下之大谬！李团长，你被这小子骗了。末世以来就没有能越过3级的人，你居然说他能越4级，简直是笑话。确实，我上次能打败5级进化者，大部分是运气好，所以我能靠实力越级多少，我自己也不确定。这也是我留下来等你们的原因。我们俩比试一场吧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就退出。
然后我再赔你100个罐头作为补偿，你看怎么样？抗毒手套，特殊布料制成，可隔绝尸毒。二位，你们可不能提前消耗体力啊！比试这事还是算了吧。如果他证明不了自己能越4级的话，我现在就离开。想合力干死7级强者，团队间必须互相知根知底。我不会把命交在一个不确定底细的人手中。这位大哥，先说好啊，这是比试，可不能下死手。知道了，老子不会乱杀人。开始！我去，这一拳力气也太大了吧，手都震麻了。还这么快，上来就让我迫不得已使出极限技能。居然能连续避开老子的拳头，小子有点本事。不过，你这实力离越4级还差得远呢。是地板都被打碎了，我记得都是怪物吗？别跑啊！吃老子一拳！躲来躲去有什么意思？废话，吃你一拳，我直接就上西天了，不跑太怪啊！有空隙，让一棍子把你肺顶出来。怎么样？疼得说不出话来了吧？这就是我的杀招——断子绝孙棒。正中红心呐！你大哥找老婆了没？不必担心，我大哥的异能是使身体硬化，这点攻击完全能防得住。但这可是有尸毒的棍子，大哥的异能可以抗毒吗？你输了，能力确实不错，1级进化者就能有如此快的速度和精准度。要说越级打败一些普通的3级或者一些垃圾的4级进化者，的确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整个战斗中，你靠的只有蛮力，毫无技术可言。你小子还是再回家多练练吧。二弟，我们走吧。你要回去了吗？放心吧，收了你的东西，我们会办事的。等你找到真正的5级进化者，我们会再来。这小子实力不行，他这水平遇见你们的疯子首领，只有受死的份儿。说的没错，李团长，你还是找我来比较好。说的没错，李团长，你还是找我来比较好。这小子根本不行。我的棍子，手套也不见了。真是暴殄天物呀！小兄弟，这棍子可不是你这么用的。耶，丧尸说话了！你小子什么眼力劲儿？老实人！哦，不好意思，你猛地转过脸来，我还以为是死人。郝俊美大哥，你终于答应来帮我们了吗？我可不是为了你们才过来的，我是为了这可爱的棍子。我找了这么久，终于得到你了。喂，这棍子是李团长给我的。李团长，这小子说这棍子是他的，是这样吗？郝俊美大哥，这棍子本来也是为了您，我才花大价钱买回来。只要您肯帮助我们，这棍子自然是送你的礼物。那我就不好意思笑纳了。爽哥，您消消气。我这实在是没办法。你看这样行不？你继续留下来帮我们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找件更厉害的武器。要我继续留下来帮你们也可以，但要答应我一个要求。好，你说。事成之后，你们基地的所有贸易交换都得找我，我要做你们这儿的独家供应商。可是我们基地主要交易的是药品和食物，你一个人能提供这么多物资吗？小问题，我这儿货源充足的很，而且我要交换的东西也很廉价，只要给我那些没用的黄金就可以了。这对我们来说反而是好事啊！我答应这个要求。
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能答应帮助我们。现在我把计划好的方案告知大家，有什么需要修改的，尽管提。在此之前，为方便沟通，各位还是先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叫方武，5级进化者，异能是身体硬化，普通的子弹都打不穿我的身体。我叫方文，5级进化者，异能是能让碰到的东西瞬间冰冻。我叫郝俊美，5级进化者，异能是……你们猜？我叫秦爽，1级进化者。我叫肖雨若，2级进化者。那我说一下抓捕计划吧。我们基地的首领叶一是7级进化者，异能是身体可以液态化。这种异能相当难缠，非常难以抓捕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反杀。我的计划是先将他引入密室，郝俊美大哥放出毒气，先麻痹他的神经。方武、秦爽和我们的众多兄弟拖住他，方文趁机用异能将他冰冻住，机关将他关在准备好的密封舱里。我的异能被发现了呢。这计划没什么问题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实行？不能死更多的人了，我们明天就实行抓捕计划。你想杀了我吗？李团长，退到后面去。哎呦，被挡住了！谢谢小兄弟，别乱摸我脸啊！还好你救了我，不然我刚出场就领便当了。怎么会？居然能刺穿我的防御！高压液体加高速旋转，再兼顾通速，我也能刺穿。别东张西望的，看老子这边！我把他形态打散了，就是现在！来了！脱离我的冰冻效果，他把自己分散了。守住门口的缝隙，绝对不能让他逃出这里。是。他在干什么？不好，叶一要出那一招了！海盾，全部都到盾墙后面来！团长，你们都躲在我身后，水兽的数量增加，威力也会减弱。现在的水压我能挡得住。撑过来了，就是现在！发完这招后会消耗他大量精力，会有10秒时间是留在当前的液体状态。宝们快上，把他冰冻住！秦爽，送我过去。知道。10秒，这10秒之内，一定要把他彻底冰冻住。10秒，这10秒之内，一定要把他彻底冰冻住。成功了！不好，塔在内部加快了水流的转速，冰冻效果放缓了。别担心，有我在，他跑不掉。液体分散的太开，我的毒素蔓延不了他的全身，
但是现在这种状态就很荒谬。这种毒素让他是没有我的解药，谁都救不了他。成功了，所以他被打败了。哈哈，战斗胜利后的庆果，多亏了你们的帮助，我们基地才摆脱了夜一的暴虐统治。为了表达谢意，今晚给你们准备了各种美食，除此之外还有美女，出来吧。果然男人都是一个德行。看来昨晚很开心嘛，睡到了中午还不起来，你还想在这里待多久？哎呦，方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 ，very good。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吗？不再多留几天吗？不了，我们还有其他任务在身，得尽快回组织复命。我已经把你们基地急需的物资记下来了，我这就回去进货，大概3天后能给你送过来。小兄弟，送货这事儿对你来说真是屈才了，要不你跟着我干吧？我看得出来你很有潜质。跟着我的话，我会教你更快的进阶方法。我有独家秘方，可以让人更快突破瓶颈哦。秦爽，别信他的，他要是有这秘方，怎么现在还是瓶颈阶段？好娟美，我记得上次有个年轻人也跟在你身边吧？他现在去哪儿了？你不会拿着他炼药了吧？接着这是什么？这是随时能和我通信的对讲机，我们组织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如果你有意愿加入我们，拨通这个对讲机，我会告诉你我们在哪里。后会有期。团长，秦爽回来了。他这么快就筹备到物资了？你还是快出来看看吧。这个秦爽带来的物资有3卡车那么多。我当时喝醉了，海口药下的物资居然真的拉来了，而且只用了3天时间。李团长，你要的物资我都给你带来了，你清点一下吧。总算搬完了。这么多的物资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。有了这些种子和化肥，我们基地的自我供给系统会更加完善。真是太好了！只要收成上去，明年开始，基地的每个人都不用饿肚子了。秦爽，你是神仙吗？这么多质量极优的物资，你是从哪弄来的？真是太神了！别的不说，像这些食物、种子之类的东西，只要付给我相应的报酬，要多少我都可以给你弄来。秦爽，这是答应给你的报酬，喏，给。怎么这么点儿？我那可是3卡车的物资，你现在是想耍我吗？我这可是1袋子明晶啊！你不知道这东西吗？这可比答应给你的明果要珍贵的多啊！目标物：银晶1枚，可充技能点100次。这么一小颗，居然能充100次技能点，是一颗明果的50倍，这东西确实厉害啊！哦，对了，还有答应给你的黄金，你跟我来。说实话，这个黄金我们基地实在没找到多少，在杂物室里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些。全部只有这些了，你看够不够？够了，非常感谢。云兰、雨若，我得出去办点事儿，几天后见。好，能给我带些大白兔奶糖回来吗？家里的被我吃完了。这一箱可比我上次那一包重得多啊。这盖子上还印着涂鸦呢。好像不是他们印的，这是拿着原来的画框做成了盖子吗？还有签名呢，这怎么念？皮擦搜。
皮擦送，好怪的名字，不过画的倒是挺有趣的，挂墙上当个装饰吧。这幅皮卡索的画果然绝妙，我这2亿花的很值。老爷，小雪今晚和你安排的相亲对象见面，那就麻烦赵叔你多看着点，别让他惹出什么乱子来。是。这幅皮卡索的画果然绝妙，我这2亿花的很值。老爷，小雪今晚和你安排的相亲对象见面，那就麻烦赵叔你多看着点，别让他惹出什么乱子来。是。那秦爽的事要怎么处理？上次他在我们银行兑换的那20斤黄金，目前也没有查到来路是哪儿。如果我们报警让他进去，秦爽的事儿就可以告一段落了。不用报警，是我让银行同意兑换的。这小子能在几天时间内搞到这么多黄金，必然是有什么门路。正好我那边的工厂也急需要黄金，留他一段时间吧。不过，小雪和他是绝不可能的。我的女婿只选有能力的人。不知道我选的这个餐厅合不合你胃口？还行吧。伯父说你最近老是闷在家里不出门，要不我带你去我家的小岛上玩几天吧，那里风景很不错的。不用了，没兴趣。那你想去哪儿旅游？我的工作经常到各国商谈业务，大多数国家我都有了解的。我哪里都不想去。李先生，我实话和你说吧，这次见面是我爸逼着我过来的，以后我不打算和你有任何交流。还有，你在圈子里也是出了名的会玩，不必在我面前装什么绅士。既然饭吃完了，就不必浪费时间了。再见。给脸不要脸。今天晚餐的事我已经听说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么久了，你都不肯叫我一声爸爸吗？没什么事要说，就离开这里。这是我私人的住宅，你下次再随意进来，我就报警了。你如果每次都这样故意和我作对，我物色的各大家族人选都会被你吓跑的，这样爸爸会很难办。我和你作对？你只是拿我当成一个能交换利益的商品。你明明知道我有喜欢的人。那小子太普通了，给不了你幸福，我也不会把家业放在他手里。我迟早会死，必须得选一个够格的接班人。我不管你家业要给谁继承，我想嫁给谁由我自己决定。那让秦爽死呢？我当初说过吧，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让他永远消失。你乖乖听爸爸的话，爸爸这也是为了你的将来做打算。你想逼死我，就像当年逼死我妈一样，这就是你的目的是吧？是你逼死了他！入口！明天的进货单子大概就这些了。哦，对了，再加上大白兔奶糖。谁啊？这大晚上的？小雪，我打电话给你，你怎么不接啊？我还想明天去找你的。秦爽，几天不见，我就好想你。我们去你房间好吗？我秦爽的生活从今天开始就要全部改变了，因为我有了小雪。有信封，留给我的吗？秦爽，我想脱离父亲的掌控，同时也不想你被我父亲迁怒，所以我得暂时和你分开。等我足够强大的时候，我再回来找你。为了让你不会忘记我，
所以昨晚我主动出击了，这是一晚难忘的回忆。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你可不准花心，一定要等我回来哦。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把叶一解冻出来，提取冥能的危险太大了。如果解冻过程中他重新醒了过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我们基地能不受周围基地侵害，全是因为叶一的名号压着。现在他被禁封的事已经被其他基地的人知道了。如果不能把他的能量提取出来为我们所用，那我们这灵次基地迟早会被那群野狗一样的人吞并瓜分。去找郝俊美过来吧，就说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是。叶一啊叶一，虽然不知道你在西方尽头碰见什么才让你变得如此疯癫，但你疯的太是时候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不肯扩张领地，只会固步自封。明明你的实力能带领我们统领周围所有势力，优柔寡断的你根本不适合当首领，所以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不肯扩张领地，只会固步自封。明明你的实力能带领我们统领周围所有势力，优柔寡断的你根本不适合当首领，所以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。我回来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副表情啊？秦爽，你咋了？是没找到物资吗？这是给你们带的食物，应该够你们吃几个月的。我这几个月就不回来这儿了，你们多注意安全。呀，你不去跑商贩吗？我记得你之前很着急交换黄金这种东西的吧？失恋了，没心情，要黄金也没用了。失恋？原来秦爽有女朋友。想不到你还有个女朋友啊！没了，还没正式交往他就走了。为什么？手机号也注销了，要去哪里找他都不知道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这是之前方武给我的对讲机。不要接！你要是接听了，很可能会被定位，基地的位置会被暴露。那我跑远点再接好了。这么远应该可以了吧？喂喂，是方武吗？抱歉，加入你们组织的事儿我还没有想清楚。我找你不是来说这个的，我有事要找你帮忙。当然，相应的报酬我们也会付给你。我们这儿有批物资被丧尸群困住了，里面还有10几个普通人，希望你尽快赶过来。我们在城东第1大街与京北4街交叉口会面。城东是在那边吧？不要！谁来救救我们？我们不想死啊！别担心，基地那边说了，已经派人来救我们了，不会有事的。是这个路口吧？怎么没人啊？方武，你找的就是这个小子，也太没警戒心了吧！师姐，你别看这小子是新手，关键时候还是很有用处的。我们的眼光不会错的。哦，是吗？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。跟我们来吧。副所长长，这次我们真是大丰收啊！想不到找到了这么多医疗物资，回去后城主一定会很高兴。自从姬奇死了后，司法长这个位置一直空缺着，不知道这次回去会不会把这个职位给你呢？我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罢了，其他的不会想太多。队长，不好了！红丧尸！
打不中啊！看我的！他们躲不开了，我开枪！总算杀死了，还好有副队长在。怎么办？车的油箱被丧尸打漏了。没事，把车上的物资搬到其他几辆车上去，挤一挤也能放下。大家动作快点，争取明天天黑前回到大地联盟。尸骸来了，就在800米处。动作快，把医疗物资搬上车就走。可是车上还有油罐没搬下来，来不及了，撞上尸骸必死无疑。汽油我们再想办法，全部上车。队长，车快没油了，先停车吧。你们的车剩的油还能跑多少公里？10公里，我这大概15公里左右。我知道大家连续几天几夜都没休息了，但现在不容我们松懈。离联盟还剩30公里，必须找到汽油才行。离我们另一个方向5公里远的地方，应该能找到汽油。副队长，我们兵分2路，你带小分队去收集汽油，我带着物资按原路开。你找到汽油后再来追我们。是。这些汽油应该足够了，走吧，我们去追大部队。小何，来不及了，快走！这边也有，快往楼上走，你们先走，我垫后。这个仓库，他们应该暂时进不来，大家先歇一会儿吧。石头、帽子，你们俩负责引开南边的大部分丧群。方文，你负责引开西边的小部分尸群。那我呢？你和我走一起，尸群一散开，我们就进去救人，就按这个计划行动。出发。尸群被引开了，我们现在过去救人。好。怎么还有这么多丧尸没走？有些丧尸耳朵是聋的，我挡住丧尸，你抓紧时间救人。里面的人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，快把门打开。不是说有10几个人吗？怎么就你一个？不是说有10几个人吗？怎么就你一个？好险好险，差点就回不来了。怎么只有1个人？救的其他人呢？昨晚在运输物资过程中，我们遭到了界04基地的埋伏，除了我以外，搜查队所有人员都被杀了。什么？那就是说，从头到尾就你一个人求救，而且物资也没有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直接叫帽子一个人来救你好了。我们还分出来一个小队去5里外的地方找汽油了，他们也被丧尸群困住了，希望你们能帮忙救他们出来。喂，你们大地联盟的城主只付了1次救援的物资款，再救1次那是另外的价钱。可是情况危机，没人帮忙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死的。求你们了，要加多少物资，我会用私人财产付给你们的。我答应你，快去救人吧。你自说自话啥呢？我们可没答应。方武，你不是答应会付酬劳给我吗？去把他们救出来吧，这就是我要的酬劳。你小子，真不知道你是精明还是烂好人。而且你一个人的酬劳，怎么可能请得动我们4个？明白了，出发救人去吧。哥，你怎么答应了？
每次都是险象环生，这一趟有多危险，你不知道吗？嘿嘿，好了，走吧。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红丧尸？哼！虽然红丧尸大多时候都是成群出现的，一下出现这么多只也太奇怪了吧！大家不要浪费体力，趁空隙先跑上车。下不去了，我们的车被狮群包围了。怎么会？狮群不是被我们引开了吗？他们又回来了，而且看起来比之前还要多出几。别自乱阵脚，这个高度低级丧尸上不来，先把红丧尸都解决掉再说。都解决了吧？全都死了。接下来想办法逃出楼下那群尸骸的包围圈就行了。有丧尸爬上来了，是我最开始碰见的巨力怪物。搞什么鬼？开玩笑的吧？怎么巨力丧尸也会成群出现？我从没见过这种情况啊！死了，这次真的死定了。一共6只，不寻常。先是3级红丧尸突袭，尸骸重新回巢包围，现在又同时出现这么多3级巨力丧尸，现在就像是车轮战一样，在困住我们的同时，一点点消耗着我们的体力。这群丧尸的情况，就像是有智力、有计划的攻击围堵敌人，像一支军队。这个情况，看来只能是……那是什么？看那边，那栋大楼上是不是盘着什么东西？情况不妙啊！没看错的话，那应该是尸王。病毒爆发初期，有人靠强烈的求生欲控制住了尸毒，其中大部分人因此进化成了新种类，而有极少部分的人却变异成一种畸形体——尸种。那是3级尸王，他离我们还有一些距离，趁现在赶紧走。现在应该还来得及。这么快就爬上来了吗？你们想办法先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不行，全爬上来了，怎么可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儿？秦叔，你的异能应该能跳到对面大楼吧？快把我们带过去，这样就能避开这些巨力怪物了。应该可以，但我一次只能带1个人跳过去，不然太重了。谁先来？我先来吧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好，抓紧了。好吵！这是什么声音？头好痛啊！技能使不出来。大家都用不了异能了，这不行，得快想想办法。对了，厄运子弹，系统使用厄运子弹。大家都用不了异能了，这不行，得快想想办法。对了，厄运子弹，系统使用厄运子弹。
距离较远，超出厄运子弹射击范围。什么？方武，只剩一个办法了。系统，把我的所有名果全部拿来升级。提示：升级中可能会进化失败，消耗技能点，是否继续升级？别废话了，全部升！开始升级，升级+1+1+1+1+1，数值已满，开始进化。进化成功，恭喜，已成为2级进化者。进化失败，重新进化。进化成功，恭喜，你已成为3级进化者。娘不用你来挡着，这么快！系统，你快点啊！进化完成，恭喜你已成为4级进化者，技能点剩余0，获得新技能明镜止水。明镜止水呢？使用后狮王的噪音确实小了很多，内心也从未有过的平静。就连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怎么使用的异能，好像也明白该怎么控制了。救命！我还不想死，我还要和更多漂亮姐姐贴贴。方武，快躲开！别人！哎，我没死，这怎么回事？好险，差点就来不及了。还好我头硬。秦爽，是你救的我们。这些普通丧尸怎么突然能跳这么高，速度也快了很多。狮王机变能力3，暴走。大家小心，准备迎战！搞什么？这群丧尸根本没理我们嘛！直奔秦爽去了！走！好险，还以为会死呢。这么多奇形怪状一下扑过来，吓得我差点没把异能使出来。全干掉了！刚才的爆炸，你的异能不是急速吗？秦爽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从刚才我就发现了，秦爽，你现在已经是4级进化者了吧？是啊，而且我的异能不是急速，我的异能是巨能，只是系统分配给我的技能而已。4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记得前段时间还只是个1级进化者吧？难道你是在隐藏实力吗？先不说这个了，你们现在快逃，我来拖住狮王。你一个人可以吗？我们俩留下来帮你。你们要是留下了，我反而会因为顾虑你们的安危而分心的。不用担心我有个绝密的逃命方法，总之绝对不会死的。实在打不过，我用技能点穿越回去就行了。所以你们留在这儿反而会影响我，你们快走吧。杀了2小时，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丧尸爬上来。还好我的耐力也比之前提高了好几倍，打了这么久也不会觉得累。方文他们应该已经走得够远了吧？为了拖住这些喽啰兵，不让他们去追方文他们，所以一直在这耗费体力打车轮战。现在也是时候动真格了。3级狮王是吧？你控制低级丧尸专杀我1人，一定是看我很不爽吧？可是低级丧尸再多也杀不死我的，你得自己动手。杀过来试试看吧，咱们俩谁更强？果然啊，这玩意能听懂我说话，这是被激怒了吗？什么？一招就把大楼打塌了？这要是没躲开，那就真的爽不起来了。刺激，这玩意儿速度也好快。要不我还是逃吧。这种怪物还只是3级幼生体，这要是再进化下去，神都打不过了吧？得把这朵狮王幼苗赶紧掐死才行。
之前打疯子首领的时候，他把液体集中一点来模拟水刀，伤害连方武都挡不住。如果再加上我的止水技能，极限就是现在！狂爽破窗斩！有用！我的独家秘制提取液已经全灌进去了，3天之后，叶一的冥能就能被提取出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不用担心，我之前已经成功好几次了。虽然是第一次提取这么高等的进化者，不过3天也足够了。总之，你耐心等着吧。3天之后，我就能把叶一的冥能全部转移到你的身体里。虽然是第一次提取这么高等的进化者，不过3天也足够了。总之，你耐心等着吧。3天之后，我就能把叶一的冥能全部转移到你的身体里。喂，方武，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已经把这边的人员一起救出来了。我们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，附近的丧尸已经没有多少了，可能是因为狮王召集了大部分丧尸往你那边涌去。我还担心你们受了伤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想不到这么快就把人救出来了。我们的伤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你小子果然富得流油啊，居然随身带着那么多的药，尸毒已经差不多全解了。先不说我们，倒是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哥，你看他还有时间和你在这闲聊，就知道他那边已经把事情解决了呀。我这边已经没事了，我们找个地方碰头吧。狮王核心可充技能点10000。我刚还想着身上技能点都用完了，得再找些民国补充才行呢。想不到这么一个就有10000技能点，也太爽了！哈哈哈哈。精力耗尽，人体处于昏死状态。喂，我说，你怎么带的路？去大地联盟不是这个方向吧？这条路是我们送物资专用的路线，虽然会有点绕远，但是丧尸群很少，所以相对安全些。总算来了，再来一发。虽然我不会被烧伤，但爆炸碎片我可防不住。你们这样会把我也炸死的。抱歉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毕竟想抓住这4个人可是相当难的。能一波搞定，也能免去和他们打了，不是吗？不过能抓住他们也是多亏了你。走，我们回17号基地吧。他这是睡着了。这个3级狮王是他杀的吗？他这样睡在这里太危险了，先把他带回去吧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怎么这么讨厌？快跑！这什么地方？你醒了，你已经睡了10天了。10天？那这里是？这里是攀登者共筑会，我是这里的带领者秦牧瑶。我居然睡了10天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方武他们怎么样？得赶紧联系他们。
我对讲机呢？对讲机已经被我们没收了，基地内部不能随便使用通讯设备哦。你把对讲机给我，我离开基地后再和他们联系。你的意思是就这么走掉吗？好受伤，这就是你对救命恩人的态度吗？你看我一急把这事给忘了，你的救命之恩，我当然得好好报答才行。你需要什么物资吗？多少我都可以给你送过来。虽然很感谢你能这么慷慨，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这个，我们最需要的是像你这样的强者。我们共助会其实对你有事相求，你能答应帮我们吗？有什么事儿都好说，不过我得先给我的朋友们报个平安才行，我怕他们担心。好，我叫人陪你一起出基地，到时候你可以拿对讲机联系他们。怎么没人接啊？可能他们换对讲机了吧，或者没带在身边。总之我们先回共助会吧，首领还在等我们呢。看这样子，我一时半会儿是走不掉了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不是要见首领吗？其实我刚才就想说了，在见首领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清理一下自己啊？你都10多天没洗澡了，味道真的挺大的。是吗？你还是先去洗个澡吧，拿着，那边左拐就是澡堂，我在这里等你洗完。哦，味道有这么大吗？我咋闻不出来？女的？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，啦啦啦啦。突然发生这么多事，失恋的悲伤都来不及想起了，看来还是得让自己忙起来更好。现在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搞钱就对了。这次如果帮了攀登者共助会的忙，指不定能再开通一个物资交易伙伴。你说的那事儿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可逗了。我们去那边洗吧。哎呀，你别闹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全是女的？哎呀，你别闹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全是女的？看不见我，走过去了，应该没发现我。好像没人注意这边，趁现在溜出去吧。小队成员们，全都看我这边！这次任务的成功离不开你们平时的努力锻炼。我提议，大家来一次赤身搏斗，看看在没有任何防备下各位的御敌技术。门已经被我锁上了，最终获胜者才有资格拿到钥匙。谁站到最后，谁就能出去。现在给你们3分钟，互相找一个人当同伴。好姐妹，等会就靠你了。咱俩等会儿这样，然后再这样。3分钟到了，都找好同伴没？我没找到。咱们队本来就是单数，大家都嫌弃我太弱了，不和我组队。等会儿，那里不是还有个落单的吗？就那边那个，站在角落里那人，你出来和他组一队。啊，他是谁啊？是在叫我吗？这位大姐，你来给我们凑个人数吧。OK。对决期间记得不准使用异能。对决开始。哼，我早就看你不爽了。哼，
老娘也看你不顺眼很久了。为啥没人找我们对决啊？人家也不知道呢。疼！我输了！还剩下2组，副队长，你要选哪组打？这还用问吗？队长，来吧。我输了，刚才那一下你要是尽全力，我绝对会休克过去。小慧，你变强了。接下来还剩最后2个人了，你要是打败他们，就是最后的赢家。姐，我不行啊，要不你先上吧。我弃权！啊？大姐，还没打就弃权了？不打，人家不会打架啦。一打架我不就露馅了？那我一个人上好了。来吧，副队长，我最近可是学了不少新招数呢。欺负人！副队长欺负人！团子，你还得多练练才行。哇，总算出来了啊 ，Freedom！ 打了一架，好饿哦。饿了，那就快去吃饭吧。队长，刚才你是故意让我赢的吧？说什么呢？我可没让你。小慧啊，虽然你是变强了，但你对自己还是太没信心了。大家可是很看好你的。让他们先出去，我再走吧。烦死我了。线头。谁叫我？别管了，吃饭去吧。你别喊，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进来的。总算是安静了。你听我好好跟你说啊，我不是什么变态哦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。姐，你要去哪？我要去找秦爽，他已经3天没有消息了。你这样没头没脑的出去是找不到人的。我和你一起去吧。你是说这04基地有可能知道秦爽的下落吗？秦爽自从接到信息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那个对讲机就是接04基地之前请的帮手方武送的。就算这04不知道秦爽在哪儿，我们也可以问他们要到方武的联系方式。哎呀呀，小姑娘，听说你正在找秦爽，可是我的确不知道秦爽的下落哦。不过秦爽兄弟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可不行，他可是我们基地重要的物资供应商。我现在就叫下属带上1队人员，陪你们一起去找秦爽。哎呀呀，小姑娘，听说你正在找秦爽，可是我的确不知道秦爽的下落哦。不过秦爽兄弟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可不行，他可是我们基地重要的物资供应商。我现在就叫下属带上1队人员，陪你们一起去找秦爽。方武的联系方式一会儿也一并给你们。那真是太感谢了。雨若，怎么了？你表情好像有点不对。说不好，总感觉不对劲。这团长给我的感觉和之前见面的时候有些不同。他现在周围的磁场波动很厉害，看我们的眼神也不对劲。总之，拿到方武的联系方式后，我们就走。
混蛋！已经关了我们1周了，除了送吃的什么都不说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石头，你的性子还是这么暴躁。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遇到情况我们得冷静思考。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姐，哨兵转过去了，快跑！李团长，就让这2个小妞直接这样走掉吗？强留他们只会更惹怀疑。不过我确实不希望秦爽有什么危险。他能在短时间拿出那么多物资来，是必不可少的珍贵合作商。有他的物资做后盾，我们就不必再受到大地联盟的制约了。我已经叫手下偷偷跟着他们了，发现有情况的话会报给我。姐，休息一下吧，都开了1整夜的车了。好，这方便面真好吃啊！是啊，要不是秦爽，我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。姐，你对秦爽到底是什么感情？你喜欢他吗？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喜欢。从小我的脑子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保护你，然后活下去。秦爽出现后，我们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出去找吃的，我一直很感谢他。只要他在我身边，我一直紧绷的神经会不知不觉放松下来。这么多天没有消息，一想到他有可能已经遇到危险，或许他只是厌烦了，自己离开了我们。倒是雨若你啊，你之前不是喊着要杀了秦爽吗？怎么突然态度转变了？啊，秦爽这个人确实不坏。那找到他后，你可得对他态度好一点啊！哼，我才不要！怎么样，能修好吗？不行，这个零件已经完全老化，我们也没有新的零件可以更换了。我们得去其他路边的车里找找，有没有同样型号的。这辆车有吗？有，但是型号不同。这个零件制作的好精密，带走带走。好热啊，雨若，要不我们直接走过去吧。雨若，有人来了。小姑娘们，不要害怕，我不打劫妇女的。话说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要去10公里外的营地，找一个叫方武的人。哦，你们要找方武吗？我认识他呀。方武他们不在家，我正要去接他们回来呢。上车吧，我带你们去见他。姐，就这样上陌生人的车不太好吧？可是你看，他有和方武一群人的合照啊，里面这些人你见过吧？是见过没错了，但也不能保证这小子是好人啊。没事，如果发现他说谎，我们就把他杀了。这主意可以，姐你总算开窍了。喂，那小子什么时候到？我们都等半天了。报告二当家，他有可能下午到，也有可能不到，具体我也不知道。现在不就是下午吗？别急啊，蓝仔，谈合作嘛，就得有耐心。我们都等了这么久了，不差这一天。快到17号营地了，你们就在这边等我吧。我把方武他们接出来后再来找你们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明天我还没来找你们，那你们就不用再等了。大当家，食草来了。抱歉，抱歉，路上堵车，迟到了。不必介意，你能过来，我们已经很高兴了。来来来，我这就叫手下准备饭菜，咱们呀边吃边聊。你们抓了我的人，逼我来和你们见面，我确实没什么胃口和你们一起吃饭。有屁快放吧，趁我现在还有一些耐心，能听进去你们的屁话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知道你们组织只要给钱就做事，我要你从现在开始，不管G04出多高的价钱，也不准派任何手下出去支援G04，因为我们17号营地决定要吞并G04。
我要你从现在开始，不管纪灵寺出多高的价钱，也不准派任何手下出去支援纪灵寺，因为我们17号营地决定要吞并界灵寺。雨若，我们不在原来的地方等他们吗？如果方武他们出来后找不到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还不知道那个男的是不是真的认识方武，在原地等他太危险了。我们找个高处藏起来，他们要是出来了，我们也能看见。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，这个高处是17号营地的哨兵点，再往前走，我可救不了你们。你是接灵寺的人，难道你一直在跟着我们？石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17号营地的人呢？老大，你不会投诚了吧？先出去再说吧。营地外面还有2个小姑娘在等你们呢。来了，的确是方武他们。是吧？老大他啥时候没把这个拖拉机给换了？这是老大的妻子留下的遗物，他是不会换的。没人接。难道秦爽真的出事了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以他目前的实力，保护自己是绰绰有余的。而且我们被抓之前还通过话，秦爽还说来找我们呢。我和方文留下来陪你们一起找秦爽。我们先去狮王出现的那块区域找一下吧，也许会有线索。尸体已经臭了，应该是秦爽10天前杀死的。就算是看见了尸体，也还是难以想象，秦爽居然能一个人就杀死3级狮王。秦爽？你是说秦爽吧？认真的吗？秦爽那实力能打败个3级丧尸就不错了。不，秦爽已经不是你们当初见到的那种实力了。他的实力增长速度快得吓人，像个怪物。话说回来，这里也找不到什么秦爽其他的踪迹了。我们走吧。等等，让我来找一下。血迹上是秦爽的手印，他倒在了这个地方。来了2个人，从塌陷程度和大小来看，大概率是2个女的或者小孩。鞋印的样式很独特，是登山用的钉鞋。拖拽的痕迹，秦爽被他们拖走了。我知道了，秦爽有超过70%的可能性，已经在10天前被攀登者共助会的人带走了。那秦爽应该不会有危险了。共助会的人不会滥杀无辜。对讲机还是没人接。听说攀登者共助会全是美女，秦爽这小子不会是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了吧？我们赶了这么久的路，能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吗？我实在是有点饿了。是该休息一下了。姐，到3分钟了没？还有50秒，再忍忍。你们李团长确实还挺会做人的，还知道派人来保护秦爽的同伴。就冲这点，下次你们再找我们帮忙，我们可以给打个95折。异能进步，可使自己领域内的同等级进化者失去异能和行动力。吴庸，这次你的任务是保护那2个女孩，顺利找到方文他们。是。叶一身为7级进化者，能让我们这么简单困住，是因为方文的异能正好能克他的水属性。现在叶一的能力已经为我所有，唯一能威胁到我的只有那个小子。和方文碰头之后，找机会把他带回来。方文的异能潜力巨大，也许能为我们所用。怎么没人接啊？可能他们换对讲机了吧，或者没带在身边。总之，我们先回共助会吧，首领还在等我们呢。丸子，你是说
你在女澡堂抓到了秦爽先生吗？对，他还用珍贵的棒棒糖贿赂我，叫我不要说出去。但我是绝对不会被这种东西给腐蚀意志的。对，他还用珍贵的棒棒糖贿赂我，叫我不要说出去。但我是绝对不会被这种东西给腐蚀意志的。队长，你捡回来的男人就这副德行吗？还以为是多好的人呢。哼，这种无视规矩的人为什么能留下来？把他驱逐出去吧。不行，那太便宜他了。在这之前，先把他去去慧根。我去，你别乱来啊！我都说了，我是不小心走错浴室了。我之前去世看见里面有个女的，所以我才走错的。是你？刚才在男浴室里看见的就是她。美女，你得给我作证呀！是这位美女走错男浴室了，要不是看见她在里面脱衣服，我也不会去另一边了。停，看这里。懂了吧？我可不是美女哦。都是误会，误会。秦爽先生也不是故意的，这事就不再追究了。团子，去把秦爽先生的绳子解开。秦爽先生，请进。刚才的事情真是抱歉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那，这是你晕倒后掉落在你身边的3级狮王核心。我去，我没收进储物空间吗？这要是丢了，那就亏大发了。狮王核心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可要好好保管住才行哦。不但把晕倒的我救回来，还把狮王核心还给了我。末世里居然还有这么好心的群体。坐下谈吧。要我帮什么忙，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但是我说的事情比较危险，等我说明情况，你再考虑是否要帮忙。攀登者共助会刚建立的时候，我们找到了这个驻扎地，因为这附近有一处水电站。当初的设想是，只要发动了水电站，充足的电力会帮我们解决很多难题。但是进入水电站，我们发现大坝的进水口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于是我将小慧潜水到进水口位置查看情况。她游到水底，看到了那些堵住进水口的东西。那是一具具堆积在一起、被水泡胀了的巨大僵尸。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都没能把那群丧尸赶走。为此，已经牺牲了10多个人员了。我还没见过这种类型的丧尸，他们是几级丧尸啊？都是4级丧尸，在水里移动很快。没见过食物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他们。你先带我去那儿看看吧。就在这边的水底。我要下去看看。不要命了！你什么都没准备，这样下去会死的。我们都是组队下去的。放心，真的遇到危险，我有办法逃走。这么多，确实难办，得再有近一点才能看见丧尸数据。 4级丧尸，水生体，巨石观。特性：喜欢聚集，驻扎于同一地点，很少迁徙。体型庞大，但移动速度并不缓慢，会从手里或嘴中射出水枪攻击人类。1、2个我还能解决，但这一群起码得几百个了吧？
咬合力好强，这丧尸块头这么大，移动起来居然悄无声息，连水流都感觉不到异样的波动。你这个水生大萝卜，真当你秦爽大爷好欺负呀！这么多，还是先溜为妙。秦爽怎么还没上来？不会被吃了吧？秦爽，快爬上来！还好这群丧尸不会游泳，只能在水底行走。我都和你说了很危险了。这熟悉的一幕。误会啊！秦爽，你个大变态，每次都这样。这裤子太紧了，脱的时候把内裤一起带下去了。我不会相信你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把你的剪掉！误会啊！秦爽，你个大变态，每次都这样。这裤子太紧了，脱的时候把内裤一起带下去了。我不会相信你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把你的剪掉！先生，你去河底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别担心，我有办法搞定他们，只要给我一把水下步枪就行。真的吗？那实在是太好了。上百个巨尸官，一把水下步枪就能搞定，别吹牛了。放心，没问题的。之前我也碰过类似的情况。之前和云岚被尸群包围的时候，我只用了8颗厄运子弹，就把上千个丧尸全部劈死了。这次的巨尸罐20颗应该足够了吧？我们共助会目前没有水下步枪，深水炸弹可以吗？我们之前也想过把这群丧尸炸死，所以收集了不少深水炸弹，但是效果微乎其微。水下武器只有这个吗？是的。湿水炸弹可以附上厄运子弹吗？不可以，只有从管制枪具中射出的高速线物体才能附上厄运子弹的性能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刚夸下海口说能解决的，得再想想办法才行。对了，队长，能帮我做一个东西吗？叫我鱼露就行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，能做的我都尽力去办。我想让你帮我做个东西，我大概画给你看看。这个结构很简单，我们的机械师今晚就能做出来。同志们，等我好消息！管制，而且高速射出物体，和系统说的要求一样，我可真是越活越聪明。使用厄运子弹20发。厄运子弹一到位，消耗1000技能点。20发全部射完，这得12个小时后才能出效果。受死吧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厄运子弹之前不是要等老半天才有效果的吗？厄运子弹效应并不稳定，时间不受人为控制。这鸡蛋我再也不用了。看吧，这小子果然是在吹牛。
所以啊，你们看人不能只看大小，还得实现出真章。什么大小？雨若，这是方文的方便面。谁叫他上个厕所这么久都不回来的？方便面泡软了就不好吃了。我去找找他。说的也是，那我们俩分了吧。呼呼。啊，我们的对讲机，方文不见了。啊？这是我在楼道捡到的对讲机，他的性格不可能弄丢东西。可是这几分钟我都没听见什么异常的声音啊，难道是他自己走了？没有任何声音和打斗痕迹，除非那个人方文认识，能在方文毫无防备的状态下瞬间打晕。但是在场的这3个人都没有离开这里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难道是老大他们？但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就离开？这件事情太蹊跷了，方文一定是遇到危险了，你快回去通知你的同伴。但我说过要和你们一起找到秦爽。秦爽的事有我们，如果他在攀登者共助会，那危险不大。放心，李团长命令我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安全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好吧，这一带丧尸群密集，你们多加小心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别耽误时间了，快带方文回基地。你不觉得团长自从遇见那个郝俊美，性格就变了很多吗？也是在郝俊美出现之后，我们的首领叶一才突然疯癫的。再这样下去，团长也许会变成下一个疯子。你这都是些没有依据的猜想。团长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建造一个绝对安全、平等、不怕丧尸突袭的围城，现在才刚踏出第一步，你可不要添什么乱子。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团长把我们从小养到大，像我们的父亲，我不会让郝俊美把他毁了的。你在和谁说话呢？没，我在和基地汇报，明早就能到达攀登者共助会了。现在还没到换班时间，你怎么不多睡会儿？别人站岗我睡不着，你去睡吧，换我站岗。什么膏药啊，这么疼！这是很好的愈伤膏，刚贴上是会有些刺激。秦爽先生受苦了，虽然并没有成功，但还是很感谢你能这么努力的帮我们。我还有办法，我就不信搞不定那群巨型萝卜头。你还想再把屁股炸爆一次吗？我是认真的，我绝对能把水电站修好，你们等着瞧吧。本来还想把这颗尸王核心留到关键时刻用的，毕竟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但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作为男人的尊严，我必须要把那群丧尸给搞定了。不过还是先确认一下，系统，尸王核心除了能充技能点，还有其他用处吗？比如可以炼丹什么的。尸王核心在系统中可充当技能点，在末世里，人们会将其提炼成高级进化药品。哦，那差别不大嘛，也没必要留着。系统，将尸王核心充能。3级尸王核心已充能，技能点增加10000，目前技能点10050。这10000技能点全部拿来升级，我们得瞬间进化成7级，想想就爽。系统，将尸王核心充能。3级尸王核心已充能，技能点增加10000，目前技能点10050。这10000技能点全部拿来升级，我们得瞬间进化成7级，想想就爽。事不宜迟，系统，我要升级10次。升级10次，失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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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进化失败。那再升级30次。升级开始，失败，失败，败，失败，失败，败，升级失败。真要村里给我升级50次，我就不信了。升级开始。怎么样，成功了吗？失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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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败，升级失败。去你的！气死我了！是否继续升级？升个屁呀！再升技能点都没了，赔的裤衩都没了。首领，外面来了3个人，说是秦爽的朋友，已经找了秦爽很久了。是吗？那让他们进来吧。放他们进来。你们好，听说你们是秦爽的朋友，请问你们是哪个阵营的？我们是自由者，没有阵营。秦爽在哪儿？我们有急事找他。既然有急事，那我就不多问了。团子，你带他们去见秦爽。跟我来吧。果然，秦爽早就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了，亏我们冒险到处找他。姐，这种人我们何必再跟着？见秦爽一面，我们就走。秦爽就在这里面，进去吧。姐，开门啊！算了，知道他没事就行了。我们走吧。云兰，云兰，你们怎么来的？是食物不够吃了吗？我就说刚才好像听见你的声音了，出来一看，还真是你们。臭秦爽，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了雨若？哼！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没事就好。什么？方文被抓了？知道谁干的吗？不清楚，方武已经去查了。想不到为了找我，你们遇到了这么多危险，都怪我，没早点和你们联系。我现在去和齐慕瑶说一声，帮他修水电站的事先停一下，我先帮方武一起找到方文再说。想不到这么容易就答应放我们走了。是啊，他们的首领很平易近人的。哼！是方文的定位发射器，这是我们藏在皮肤底下的发射器，只有碰见危险了才会按动。这个定位是 J04 基地。团长，方文已经带回来了。做得很好，快去把郝俊美叫过来。团长，你身体没事吗？自从郝俊美把叶一的能量换到你的体内后，你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了。没事的，我身体很好。郝俊美说，刚开始会出现排异反应，只要吃一阵子阻断药就行了。团长，那个郝俊美，我一直觉得他有问题，为什么他会无缘无故的帮我们？我知道你在担心我，我有自己的考虑。还记得我们的理想吗？让所有的人类都聚集起来，打造一个绝对安全的围城。人们不用担心被丧尸突袭，老弱妇孺也不会再被恶犬欺压，人类的文明会继续发展。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，不是吗？你也知道，目前人类群体分帮结派，上位者为了私欲是不会放弃自我营地内人类的统治权，只能用抢的，把所有营地的统治权都抢过来，这样才能集结所有人类的力量，所有的人类都团结起来，才能建造出绝对安全的围城。看来秦爽没事儿，那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我记得你是J04的人，云兰和我说了你随身保护他们的事儿。哎，你一直在共助会外面等我吗？啊，因为我们基地与攀登者共助会有些过节，所以我不能进去。既然已经确认你的安全，我可以安心回基地交差了。想不到你们团长这么讲义气，你和你们团长说一声，下次物资交易我秦爽附赠10吨大米。喂，方武，我正想联系你呢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现在很安全。啊，你没事就好。方便吗？我想和
啊？那你等一下。好了，你说吧。方文是被 J04的人抓走的。什么？你确定吗？方文身上的定位发射器显示他就在 J04基地内部。那你现在在哪儿？方便吗？我想和你单独说点事。啊？那你等一下。好了，你说吧。方文是被 J04的人抓走的。什么？你确定吗？方文身上的定位发射器显示他就在 J04基地内部。那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 J04基地的外面，情况我已经报告给我们组织的人，等组织的人和我会合，我们就进去救人。你先不要轻举妄动。J04的防守严密，贸然进去只会打草惊蛇。我和那里的人有生意往来，等我进去弄清楚状况，再想办法救方文出来。可我担心再拖下去，方文会有危险。他们不会急着对方文下杀手的，不然不会把方文这么大老远的带回基地。我从这儿到J04大概8个小时，你给我12个小时的时间。12个小时后是凌晨，凌晨潜入也更方便。到时候我在里面接应你们。好。那我就再等12个小时。你既然要感谢，当然要和李团长当面感谢才有诚意。刚好团长也想见你。那就有劳吴用大哥带我们回J04基地了。君美，不是说吃一段时间的药，情况就会好转吗？为什么体内能量还是很混乱？团长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这刚得到的新能量，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就完全适应呢？这是我为你调制的新药，怎么样？感觉好点没？这药效很快，刚喝完我的能量，好像就平静下来了。那就好，以后只要你感觉能量无法控制，就喝下这个药水。是时候该向上面汇报情况了。不知道屋后会不会夸奖我？接通了，尊敬的屋后大人，这么多天没见，您还是那么美丽诱人。你那边的实验做得怎么样？一切顺利，不出意外的话。也许这次能制造出完美的战斗机器。做得很好。试验成功之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奖赏你的。那我能请求您给我一个很亲密的拥抱吗？当然可以。只要你能试验成功，你的任何要求我都满足你。但是像你这样的话，我已经从很多人的嘴里听过，他们总是一遍遍的重复，向我保证一定能做，直到榨干我最后一丝耐心。你真的让我很失望啊，约翰博士，没有做出任何让我满意的东西。不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实验就快要成功了。吃饱了，至少死之前还能对我有点面子。把人给抬走吧。是。吴梦在。既然实验顺利，你出发去和郝俊美碰面，接实验品回来。是，屋后大人。秦爽，你怎么来了？哈哈，李团长这么关心我，我必须得亲自当面向您道谢。不必客气，应该的。毕竟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么好的物资供应商啊。秦爽，这才多久没见，你好像变得更强了呢。哎，你怎么也在J04基地？
哦，他在帮我们研究一些药品。这样啊，我带了好几箱酒过来，咱们今晚边喝边聊。那你得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变强的？秦爽，你这个酒喝起来真不错，就是后劲儿大，才2瓶就晕了。确实如此，我平时酒量挺好的，现在喝了3瓶就有些站不住了。我也没想到这后劲儿这么大，不能再喝了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云兰、雨若，快扶一下我！你们听我说，方文现在就在界灵寺基地。什么？刚才吴用一直在身边，我一直没机会和你们说。这是方武告诉我的，我们要在今晚凌晨3点之前找到方文。方武现在就在基地外面等着我们的接应。云兰，你等会儿去跟着李团长。雨若，你跟着吴用，他一定知道一些内幕。我去跟着郝俊美，我总觉得他很不对劲。暗门果然有问题，跟过去看看。离实验成功已经不远了，吴后大人的拥抱是我的了。他已经在第2阶段的适应期了，等到了第3阶段，喝下这个药水，他的身体就能进行新的变异，从此获得比自身强大2倍的力量。之前都是在这个节点失败的，现在有了7级进化者的能量维持平衡，这次一定可以融合成功。变异？他在说谁？叶翼，那个疯子首领，这是人体实验吗？方文难道也是被抓来实验的？我去，还活着！他在说什么？请我出去。那个疯子首领，这是人体实验吗？方文难道也是被抓来实验的？我去，还活着！他在说什么？请出去！就你出去？别开玩笑了，你一出来肯定要杀我，我可不想死。喂，李团长，有什么事吗？快多带点药过来！我体内的能量又开始紊乱了。这个团长到底怎么回事？后背上的那是什么东西？好的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看来已经到第3阶段了。正好，趁现在找找方文。这都是什么？动物的肢体吗？这是人类的胚胎吗？不对，哪有人类长翅膀的？啊！方文，方文，快醒醒！还有脉搏，还活着。先把人带出去再说。我是看不下去才把你救出来的，你可别忘恩负义啊！你干嘛？你不会走不动路吧？我造了什么孽，要我抱着2个裸男跑啊？老何，这么晚了，你来城门干什么？有劳了。方武和秦爽约定的时间快到了，但是老大说了，今晚我们绝对不能进界灵寺基地。我知道，现在只能靠秦爽了。17号营地的人，他们开始行动了。
所有瞭望台的守卫都干掉了，你们几个带队按计划行动。是。不用。好了，出来吧。团长就在前面那栋楼里，跟我来吧。什么情况？不死之身？刚才那伙人是怎么进来的？好像是17号营地的人。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好点？感觉好多了。这已经是第3个疗程了，挺过这一关，我们就成功了。喝下第3阶段的药，也没有排异反应，真是太好了。厉团长，这么多发都没打中你吗？还挺会躲。你是17号营地的头领孔无疆。哦，你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字？不过有一点说错了，我不只是17号营地的首领，从现在开始，纪灵寺基地也将由我孔无疆接管。各位没有异议吧？这么沉，根本跑不快啊！什么情况？这个能量强度，你居然是7级进化者！什么情况？这个能量强度，你居然是7级进化者！怎么突然打起来了？不是说别轻举妄动吗？等等，这好像不是方武那边的人。不管了，先趁乱把人带出去吧。快到了，出了这个城门就能和方武联系了。秦爽兄弟，这就是你突然请我们喝酒的原因吗？真是居心叵测。把那2个人放下，他们可是我重要的实验品。想跑？给我站住！好痛！被打中的地方开始蔓延尸毒了。想跑可以，把人还给郝俊美，不想和你打，毕竟以前也是并肩战斗过的同伴。但如果你非要阻止我把人带走的话，那我只能先解决你了。口气不小，我已经想好把你解剖后的美丽画面，你会是个不错的实验品。系统，发动止水技能。正好，我看看你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变得有多强。我的一滴毒液就能把一头巨兽麻痹倒。被棍子打中后，现在你的动作变得迟钝了。的确如此，所以，所以得迅速解决才行。应该不会死吧？我好像没使全力。不对，这不是你的异能。我调查过，你的异能本来只是无关痛痒的种类而已。这种控制体内水分的能力是叶一的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明白了。我说叶一怎么会突然被自己人弄死？你身上的力量是夺取你们首领的吧？叶一
一个7级强者，居然被手下的人合谋害死，真是愚蠢至极。像你这种小人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在身边的。消失了，你是在找我吗？居然可以瞬间把身体化成水！这小子速度这么快，连运动轨迹都找不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可不妙了，看来用一般的方法是杀不了你了。全都躲开了！你这能力确实很难搞，确实是计划之外了。我得好好想一想怎么把你搞定。这段时间里，就让我们2个人好好玩一玩吧。我看你还能多久？果然是高等级进化者，耐力就是会更强。老大，我们这边全部搞定了。老2、老3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哎，你们听我说，老3，就是现在！很好，老3，用你吃奶的力让风高速旋转起来，不能让它逃出去。我可撑不了多久了，别让它分散成液体逃走。就是现在，老2，上去把它包严实了。很好，老3，用你吃奶的力让风高速旋转起来，不能让它逃出去。我可撑不了多久了，别让它分散成液体逃走。就是现在，老2，上去把它包严实了。来了，撑住了，等我回来。要去哪儿？我快抱不住了，来了，吃我一招！今天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刺激的大主活人。是秦爽，他把方文救出来了。方文是被我从郝俊美的实验箱里带出来的，但是一直叫不醒他。你快看看他有没有事。秦爽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太客气了，方文也是我朋友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会去救。这人是谁呀？叶怡，他不是。秦爽，你要去哪儿？原来他们还在城里，我去接他们出来，你们先走。等等，叶怡怎么办？姐，你找到方文的线索了吗？没有，但是17号营地打进来了，李团长现在正在被孔无疆几个人围攻。现在的情况，接灵寺的人根本守不住这座城。如果接灵寺的人知道我们在这儿，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们赶紧走吧。但是方文怎么办？秦爽，方文被送出去了，17号营地已经攻进来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别老子跑！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！啊！17号营地的畜生，我们基地也是这样被侵占，所有的人都被杀死了。接灵寺也会和我们当初一样。姐姐，滚开！长得挺适合我胃口，陪老子玩玩。放开我！
跟老子进来！放开我！你这个畜生！老实点。外面那个是你弟弟吧？要想让他活命啊，乖乖听话，自己把衣服脱了，不然我就把他丢出去喂丧尸。哎，宝贝，这样才乖嘛。大爷伺候高兴了，说不定还能饶你姐弟2个一条命。你没事吧？姐姐，哎，你们躲在屋子里，别出来。姐姐，他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忘记和他说谢谢了。这一片17号营地的人都被咱们收拾干净了，只是这一片而已，其他区域的普通人们还在被17号营地的人掠夺。那把17号营地的人赶出去吧。李团长随意抓人做人体实验，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本来不打算帮他，但是17号营地的人滥杀无辜，烧杀抢掠，就像一群疯狗。不能让这群狗再随意杀人了，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赶出去。17号营地的人滥杀无辜，烧杀抢掠，就像一群疯狗。不能让这群狗再随意杀人了，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赶出去。烧死你！烧死你！高磊，小心！坏了，这就坏了！你小子居然把我的喷火筒弄坏了！我要杀了你！老大，不用了，他已经没有动静了，看来已经被烤死了。等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感觉全身都干巴巴的？小大，水分，他在吸收周围的水分。喂，醒醒，你还没死吧？屋后还叫我来接你回去，看你这样，估计是又失败了吧？你那个实验品现在都快被烤熟了。不必担心，他不会出事的。如果连17号营地的几个小喽啰都打不过，那我这个实验项目也不会让屋后如此期待了。那个爆炸声是李团长那边。啥玩意儿？这是？船长，成功了，就是这个人造尸王。这还是团长吗？我去，这东西好不妙啊！老二、老三，撤退，快！撤退？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占领了这里，现在撤退不就全没了吗？别跟老子废话了，赶紧跑！跑，快！有东西，给老子放开他们！哇，这怎么可能？现在我转移完的同时刺中了我，这怎么可能？啊！
吸收对方的体内水分的同时，一边把人溺死。那还是团长吗？难道真的已经丧尸化了吗？先看看他会不会也攻击我们。希望团长还有自我意识。团长，你还认得我们吗？这丧尸背后长眼睛了，快，比叶一的水压还要快好几倍。这可是已经加上止水技能的判断速度。这老师哪来的这么多鬼东西？果然没让我失望。确实厉害。巫后大人知道后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这次用4级进化者融合7级进化者能量后的变异，归根结底还是4级的总和，所以实力大概和4级狮王差不多。不过已经有了第1个成功品，不仅是4级狮王，就算是10级狮王，我也能造出来。果然，团长已经完全丧尸化。要不是有你的共生异能，这下我就已经死了。必须控制住团长，不然这个城里的所有人都会被他杀死。无能，你的异能应该可以把他静默住。我只能让等级比我低或者和我相同的异能者静默。团长经过郝君美的改造，现在已经拥有7级进化者夜一的能量，我的异能已经对他无效了。团长只有夜一的能量，不代表他就是7级进化者。不管是不是，我们只能赌一把。好，但是刚才你也看见了，我根本靠近不了团长。我们可以帮忙，我有办法让你靠近那个丧尸。想不到秦爽的能力已经强到如此地步，居然能挡住4级狮王的猛攻，真是越来越好奇他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么快速进化的。得把他抓起来好好研究研究，也许就能找到答案了。这个位置应该可以。这个情况已经来不及和秦爽说明计划了，正好秦爽已经吸引了丧尸的注意力。我会让我姐在丧尸出现防守空隙的瞬间把你丢过去。把我扔过去？不必担心，我扔过比你更重的东西，精准度也有。不知道秦爽还能撑多久，赶快准备吧。出现缝隙了，姐姐注意听我口令。好的。那群人在干什么？哼，这时候还不逃命，到时候死在狮王手里可别怪我哟。天哪，我记得无能的异能，难道被他们发现了？啊，不行，休想破坏我的实验品！有破绽，姐姐扔！不好，被发现了，快躲！臭丧尸，跟老子打架别分心！助手官，现在没出手了，看你怎么办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断掉的残肢居然还能动，这丧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丧尸的异能比夜一当初的更强，就算肢体离开了身体，也能化成液态攻击，且同时能吸收近距离人类的水分，严重的话会让人脱水而死。没用的，只会打穿过去，但是伤害不了他。雨若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再这样下去，秦爽会死的。好险，还好能穿梭回来，差点就被弄死了。
再这样下去，秦少会死的。好险，还好能穿梭回来，差点就被弄死了。消失了？怎么回事？这个秦爽难道有双翼呢？不行，赶快回去，事情还没完呢。秦爽又出现了。不好意思，休息了一下，这次我可不能再让你抓住了。这么躲也不是办法。既然这丧尸是液态异能，热能应该可以对它造成伤害。治水技能下使用我的巨能异能，可以产生巨大的热量。如3级狮王都能被我一招杀了，这次应该也可以。但是那招蓄能时间太久，还没蓄一半就得被他给戳死。难道他和孔无疆有一样的空间异能？也不完全一样。孔无疆的翼是可以随意转移位置，但现在这个人是在同一个坐标下消失又出现。你去哪儿？玩的差不多了，把这些不安分的因素处理一下，我们就带成功品回去见巫后吧。办法，什么能成功？纯粹被现代蓄能，在我蓄能成功的瞬间穿梭回来，出现在丧尸面前的同时打出能量。秦爽又消失了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不用着急，只是麻醉药而已。特别是无能，这次把你也带回去好了，你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品。是这个位置吧？成功了！雨若，郝俊美，你做了什么？别！休战！一个4级进化者，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能量体？刚才是他自己扑上去挡枪的，我可没想杀他。你放我下来，我有办法给他止血。哇，差点忘了。想不到会这么听话。这丧尸居然会听从郝俊美的号令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放心吧，他不会再攻击你们了。再打下去，对我们都没有好处。我注入的麻醉毒素能暂时止血2个小时，这段时间你可以去找医生把他体内的子弹取出来。至于这3个人中的麻药，也会在2个小时后消失。好心提醒你，现在这个城里混乱，你应该是找不到医生在哪儿了。总之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胡茂，我们走。医生在吗？医生，他中枪了，身上的止血麻药也快到时间了，你快救救他！医生在吗？医生，他中枪了，身上的止血麻药也快到时间了，你快救救他！快把他放到手术床上去。他不会有事吧？你先出去，别打扰我。那个女人当时是想对我开枪，雨若是为了我才挡的子弹，为什么？你不是一直很讨厌我吗？我以为自己已经够强了，结果我连身边的朋友都保护不了，还妄想当英雄，真是可笑。不行，子弹的碎片太多了，我这里的设备和人员完成不了这精细的手术。怎么样，手术顺利吗？不行，
我这里的医疗设施不能把子弹全部取出，必须把雨若转到更好的医务所才行。更好的医务所在哪？我现在就带他过去。离这里最近的医务所就在大地建筑联盟里。报告，讲，城外来了3个人，其中有1个人中枪了，要进城让我们帮忙医治，说是多少物资都可以给我们。放他们进来吧。真是多亏了你帮忙开的那几枪，不然我可就损失惨重了。帮什么忙？子弹都被那个女人挡住了。就是因为那个女人受伤，才把秦爽的注意力吸引过来。当时她手上凝聚的能量，要是打出去，那可不是盖的。我的第1例成功实验品可不能出一点差错。但就算他再厉害，我们3个一起上，秦爽也逃不掉。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好的种子得让它长成大树之后收割，这样才能利益最大化。这小子非常奇特，我很好奇，他还能进化到什么程度？等他完全成长之后，也许会是非常珍贵的药引子。秦爽，大地联盟之前不是和你有过节吗？你确定要进去吗？雨若的伤势不能再拖了。医生，你和雨若在城外等我。千万小心。季奇，你没死。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见我们的首领。秦爽小兄弟，好久没见了，我可是一直等着你的再次到来呢。你的肉罐头，我可是十分喜欢呢。既然首领你这么喜欢，我这次带了比上次更多的肉罐头来，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食品，包你满意。这些都是送你的礼物，为我之前的冒失赔罪。真的吗？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之前的事你不用放在心上，都让他过去吧。姬奇当时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你能理解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的朋友现在伤势很重，听说大地联盟的医疗设施是最好的，请你帮帮我们，可以吗？好说好说，你送了那么多礼物，要是再拒绝你的请求，那就太小气了。但是我也得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如果你能答应，我会派出最好的医疗团队救治你的朋友。没问题。其实最近我的搜查员在附近的山上发现了一处老旧的矿井，据专人测量，那个矿井底下会是我们急需的矿物资源。出乎意料的，这个矿井稍微维修了一下，就可以再次启动升降机。但是我们第1批人员下去后，突然就断了联系。于是我们又派了一组人员下去寻找，但是先后一共3批人全部失联，生死未知。也因为这样，普通人都不敢再下井了。但是这个矿井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必须得让它运作起来。可是不管我出再多的物资，矿工们都不同意下去。所以我希望你能下井帮我找出真相，并把之前下井的人救出来，这样我的矿工们才敢放心下去采矿。没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我希望你能让我的朋友进城接受医治。这是当然，我会派人接他们进来。你就和我的属下去矿井那边吧，详细的事他会和你说明。就是这里了，下面有可能会缺氧，这里面是吸氧的装置。这是对讲机，你要是发现了什么，及时和我联系。站稳了，要发动升降机了。对了，这个氧气瓶能用多长时间？一直使用大概能用11个小时左右，前提是你能活过11个小时再说。我走了多久？快1个小时了吧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才走了半个小时吗？这里面太安静了，时间观念都有些乱了。2条路？为了防止迷路，还是做个标记吧。
到底还要走多久啊？根本什么异样都没有，不会是在耍我吧？有女人的哭声，声音好像是从这边传来的。喂，你没事吧？这地方怎么会有个红衣女人？不会是女鬼吧？喂，问你话呢！你是人是鬼还是丧尸？你们故意吓我是吧？我跟你说，老子一拳过去让你死翘翘，信不信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不会真的是女鬼吧？喂！等等，我不是鬼，我是人。真是的，你是人就早说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以为你是产生的幻觉，所以我就没搭理你。我一个人在这里太久了，我以为我会一个人死在这里。啊，对了，你没东西吃吧？我这儿有吃的，还有水。谢谢。我看你不像是矿工啊，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我不是矿工，我们是为了躲那群丧尸才逃进这里面的。我们？还有其他人吗？喂，你没事吧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我有些冷，可以挨着你吗？可是现在不能休息太久，我还有其他任务要做。对不起，我太久没碰见活人了，我只是想感受一下人体的温暖，就一下下，可以吗？那好吧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能出现，我真的是一个人太久了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停！你果然是女鬼，你是想引诱我，然后把我的精气吸干是不是？我才不是女鬼呢！你看，我有体温的，哪有女鬼会有热气的？这么说倒也是。你要是还不相信，我可以让你感受更多我的体温啊！不行，我现在还有正事要干，你老实点。总之，先把你带出去再说。上面有其他人员在等着，我会让他们把你带去安全的地方。小哥哥，还要走多久啊？我的腿好累啊！奇怪了，我明明记得是这条路啊，每个分岔口我都做了标记的。我的脚……你一直光着脚吗？我背你走吧。谢谢你，本来有的，逃命的时候把鞋跑掉了。你早点说，我都没注意到。没关系的，不怎么疼。小哥哥，你好温柔哎。还行吧。小哥哥，你的耳朵变红了哎。你别摸我耳朵！可是很好玩啊。反正不准摸我耳朵。好吧，我收回说你温柔的那句话。你是个小气鬼。我本来就不温柔。我不是叫你别摸吗？可是真的很好玩啊。还有你的腿，别箍我那么紧。可是我怕掉下去嘛。啊，这路不对啊，越走越迷糊了。我进来的时候没拐过这么多弯啊。小哥哥，我们是不是碰上鬼打墙了？鬼打墙我是不知道，反正我是碰见个红衣女痴汉了。哎呀，讨厌！怎么这样说人家？有人！有人，是之前下矿的探测员，你们还活着？你们没事就好，我们一起出去吧。你们也迷路了吧？别去，他们不是人。确实奇怪，如果知道出口在哪儿，那为什么会往我这边走？就算是想要救我，但是他们之前也不知道我会下到矿洞里。人呢？不会真是女鬼吧？还愣着干嘛？跟我们走。这个矿洞错综复杂，
单凭你自己是走不出去的。好，我会紧跟你们的。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。我可是警告过你了。到了。还真有个出口，他们没骗我。愣着干嘛？快出来呀！哦，来了。这是个村庄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附近哪来的村庄？村长，我们又带了个新成员过来。好，好，好。新来的，喂，和我们玩捉鬼游戏吧。你们几个瓜娃子不要闹。跟我们来，我叫婶子给你做好吃的。你怎么老想着吃东西啊？自从来到末世，每个人都在担心被饿死或者被丧尸咬死，每个人的神经都在绷紧着挣扎着，苟延残喘。但是这里的人脸上都带着安稳的神情，这是我在末世这些日子从未见过的。随便做了几个菜，你看合胃口吗？谢谢。大婶，你们这的食物很充足吗？都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这是咱自家养的，后院好几十只呢。你快吃吧，谁吃了都夸你婶子的手艺好呢。你尝尝这个，可香了。吃吧吃吧，别客气。怎么了？快吃吧，可好吃了，吃一口你就知道了。神明大人，我们村里又新来了个人，是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。能看见我们的村民越来越多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这全是托您的福，因为有你的存在，我们才能生存下去。真的非常感谢您，感谢您的馈赠。其实我现在不是很饿。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，你一口都不吃吗？抱歉，大婶，我真的不想吃。这诡异的气氛，怎么吃下去来历不明的肉啊？不会生气把我赶出去吧？不吃就不吃呢，等到了晚饭再给你做好吃的。孩子们，你们把这些吃了吧，别浪费了。老妈的炸肉排最好吃了。这俩孩子吃着好像也没什么问题，真的是我想多了。哎，大哥，怎么出去啊？出去？你就要走了吗？不打算待在村子里定居吗？我不打算留在这里，我还有其他事要办。从这出去的路，只有通过之前的矿洞才能离开。说实话，再次进去，我可不能保证还能不能再次走出来。那个矿洞太错综复杂了。正是因为这样，这个村子才足够安全，丧尸根本找不到这里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终于睡了次安稳觉。村长能收留我们，真的是非常感激。说真的，小兄弟，留下来吧。这个村子有足够的资源让我们活下来。这个村子对于这些受尽磨难的普通人，的确就像是桃花源一样的存在。但是我总感觉有哪里不太对劲，得找机会逃走。村长，新来的那个叫秦爽的年轻人找不到人了，您说他会不会又回洞里去了？村长，新来的那个叫秦爽的年轻人找不到人了，您说他会不会又回洞里去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快叫人去找一下。如果没我们帮忙，他会永远困在洞里的。但是村长，时辰已经快到了。对，不能让神明大人等着。
我们先供奉好神明之后，再去找那个年轻人。神明大人，我们今天准时来供奉您了，望您以后能继续保护这村子的安全，并赐予我们足够的食物。供奉就到这里吧，神明大人，别嫌弃供奉微薄，以后这个村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，那几个新来的矿工也该让神明大人见一面了，把他们带进来吧。村长，听说你有事找我们？你们来这么多天，是时候给你们举办入村仪式了。丧尸还是变异丧尸？快逃！你们疯了吗？没看见这屋里有巨型的丧尸吗？别拦着我们，让我们出去！冷静，冷静，他不会伤害你们的。你们看，我就站在他近在咫尺的地方，他也没有攻击我，根本没事。你们不用害怕。说起来，今天的晚宴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非常好吃，末世以来我第一次吃到那么鲜美的食物。这样美味的肉类，其实在我小时候到处都可以买到。末世以后啊，90%以上的动物都被感染，长期吃这些被感染的畜肉，人的寿命活不过40以上。这些污染的畜肉，我曾经也吃过。要不是有缘来到了这里，我估计早就已经死了。这全是因为我碰见了他。我们村子能存活至今的原因，我们的神明大人。只要我们定期向神明大人供奉血液，他可以不间断地产出鲜美的肉让我们食用。我们这些人才不至于饿死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吃的肉都是？是的，都是来自于他。你们看，因为刚才我们已经供奉了神明大人新鲜的血液，他已经开始生产新鲜的肉了。就是这些粉红色的肉，都是可以食用的。你们今晚吃的美食都是神明大人赐予的食物，我看你们不是一直也吃得很开心吗？你们也入住这么长时间了，也该供奉血液给神明大人了。不用害怕，对身体没有伤害的。不要，放开我！不要！村长，求求你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会偿还的。求求你们了，不要把我喂丧尸啊！绕着村子走了一圈，不管往哪走都会回到这里。看来那个洞口就是唯一的出口了。你们这群疯子，放开我！别让他碰我！这惨叫声是怎么回事？等等，他们已经吃了丧尸的肉，现在进去也已经来不及了。又是你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你是不是真的想离开这个地方？当然。这个矿洞是这个丧尸的次元领域，在他的领域里，你是找不到出口的。这个村子是他的巢穴，进入他领域里的人，别想再出去。要想活着，就得供奉自己的鲜血饲养他。所以，你要想离开这里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杀了他。只要他死了，领域自然就会消失。你来路不明的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你不相信，进去看一下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。看到了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喂，住手！喂，你怎么突然就冲进去了？快回来，我计划还没说完呢。他们放开！什么？这些恶心的丧尸！现在就杀了你！不！
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攀爬于生理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目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系统赋予力量如神助。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，因我自信在废墟中闪耀。多险都相信前方有路。快速攀爬于生理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。心思间，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于生理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在这末世，谁说艰辛，每一步不懈心的胜利，共同迎接破晓的黎明，在这残破的世界放光明。这些恶心的丧尸，现在就杀了你！村长，疯了吗？为了一个丧尸，你居然用命来挡！求求你，别伤害他！清醒一点，他不是什么神明，他是吸食你们鲜血的丧尸。这种恶心的东西，必须得杀死才行，不然你们都会没命的。他不是丧尸，他是我哥哥。你总算回来了。外面乱得很，我好不容易在超市买到了一些食物，你先吃苹果，我做饭。爸爸妈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联系上啊？怎么，现在知道想他们了？看你的动画片。嘘，别出声。我好害怕。别怕，有你哥在呢。我们已经躲了一天了，就在这休息一晚吧。哥哥，要是我们被那些丧尸抓住该怎么办？没事的，有我在。来了！他们是快跑了！哥哥！我顶不住了，这丧尸感染了，我来挡住他们。趁他们自我意识，带着我一块走。哥哥，我们一起走！张图，别胡闹了，给我滚！不，一定要活下去，活着就有希望。哥哥。你们走吧，别管我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快起来！你再不快点，就跟不上大部队了。爸妈死了，哥哥也死了，
要不是带着我这个拖油瓶，我哥绝对不会死的。是我害死了他们。那你去死好了！你忘了你哥最后说的话了吗？活下去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。你不但要活着，还要带上你哥的份儿，一起活下去。下这么大的雨，谁会仔细？要是不小心沾上尸毒，那可就糟了。我们先在室内等雨停吧。你这已经伤到骨头了，等回营地后得重新给你打石膏。谢谢医生。这可多亏有了张路医生，雷同医治我们，不然真挺不到现在。一个好医生，起码能顶3个进化者。来了！不可能！明明侦查过，这楼里没有丧尸的。和尚武去快跑！快跑！赶紧走！太多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啊。穿越到末世，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攀爬，一生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系统赋予力量如神驹，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，幽默自信，在废墟中闪耀。多险都相信前方有路。快速攀爬，一生努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，生死间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，一生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在这末世，细数艰辛，每一步谱写新的生命，共同迎接破晓的黎明，在这残破的世界闯光明。你是？探险队的人回来了，这次找到了不少物资呢。大家过来帮忙，把东西卸下车。这箱子真够沉的，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就剩这一件货物了，让我来吧。你快和大伙们喝酒去吧。那就麻烦医生您了。傍晚你也快点来哦。好。医生，他还有救吗？对不起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。你去忙吧，我把他送去停尸间。这个月总算碰上个合适的，你应该也饿得不行了吧？前几个没来得及送过来就已经死透了。
虽然末世每天都在死人，但要找到一粒合适的人选，确实很难。他的病情已经活不过今晚了，再继续救治只会增加他的痛苦而已。我注射了足够的药物，让他能安稳地睡上一觉，他已经不会再感受到任何痛苦了。快吃吧。张璐，我有事要问你。有人说你负责的病人尸体有些地方对不上号，你可以把你的病人资料都拿给我看看吗？啊，可能是我太忙，把数据写错了。毕竟现在负责的病人实在太多了。也是，现在这个混乱的情况，谁还管得了那么仔细啊？那你继续忙吧，数据的事我会帮你处理的。好，谢谢主任。哥，你最近的胃口真是越来越大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会发现蹊跷的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快吃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张璐，果然是你！不是的，主任，您听我解释，他不会伤害你们的。我要让这个丧尸走出去！快叫警卫队过来！不要，主任，你听我说。主任的死并没有让我成功逃脱，营地的人还是发现了我和哥哥的秘密。为了躲避追杀，我和哥哥最终躲进这个矿洞。哥哥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保护我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请不要伤害他。没有哥哥的话，我们所有人不可能存活到现在。你说的好听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们骗了多少无辜的人进入村子，让他们永远都出不去，成为你哥哥的备用粮。这是我们自愿的，村长说的没错，是因为神明大人我们才能存活至今。留在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决定。自己的决定？你们逼迫矿工供奉血液的事，不会这就忘了吧？第一次供奉，正常情况都会是这样，只要习惯后，就不必大家协助了。我们所有人都是自愿供奉神明大人的，不信你可以问问在场的所有人。既然你们是自愿的，那我也不会再多干预。不过，我们不想被永远困在这种地方。既然你们不想待在这里，那我们也不会强求。我会让哥哥放你们出去的。哥哥，让他们离开这里吧。我找了这么多年，出口居然在这个丧尸的体内。你们有谁想和我一起离开的吗？矿工大叔，你们呢？跟我一起走吧。其实留在这里也挺好的，只是供奉一些血液而已。我们已经不想再回到丧尸聚集、食不果腹的生活了。走吧，他们已经不会离开了。如果杀了这个丧尸，强行把村民救出来，相当于毁了他们唯一的安全屋。一头热的把他们带出外面，只会让他们更加痛苦。末世带给了少数人异能绝技，却让大部分人生不如死。外面的世界是让这些人宁愿被永久封闭当血奴，也不愿再回的无间炼狱。怎么就我一个人出来了？那个女鬼妹子呢？报！秦爽已在门外求见。穿越到末世，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奔波于生命里，绕着死亡的追逐，气质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系统赋予力量如神助，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，幽默自信在废墟中闪耀。
多险，都相信前方有路。快速攀爬一生的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。生死间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一生的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在这末世细数艰辛，每一步谱写新的生命，共同迎接破晓的黎明，在这残破的世界放光明。报！秦爽已在门外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秦爽小兄弟，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我没能完成任务。我们当初谈好的条件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完成任务，我救人，我没记错吧？现在我把人救活了，你却说任务完成不了，你是在耍我吗？我可以弥补，你想要任何物资，我都可以帮你找到，我说到做到。你已经违约了，就算再做出补偿，那也一样是违约。既然你想更换约定内容，那我是否也可以让你已经被救活的朋友再次回到起初的濒死状态呢？开个玩笑，我得好好想想怎么让你补偿我。算上这次，秦爽，你可就欠我2次了。在此之前，你还是去看看你的朋友吧。患者体内的子弹碎片已经全部取出，以进化者的治愈速度，再有1周就能下床活动。好，谢谢医生。这是你女朋友啊？长得挺可爱的嘛。医生，你刚才说话了吗？啊，我没说话。幻听了。杯子里有东西。哎呀！是人吗？居然用脚这么踢一个女孩子！怎么是你啊？我还以为鬼爬床呢。老是女鬼的说我也是有名字的，叫我家叶。哦，家叶，你没受伤吧？我刚才好像踢得挺重的。好心没好报，毕竟是因为你，我才终于能逃出那个闷得要死的臭矿洞。本来想报答下你的恩情的，这没什么好报恩的，我就是顺手把你带出来而已。你从哪来回哪去吧，我要睡觉了。别这么快就拒绝嘛，你不先问一下报答的方式吗？我这人不喜欢欠人东西，会良心不安的啦。就让我好好的报答你吧，相信我，试过后你绝对不会后悔的。别这么急嘛，人家又不会逃走。嘘，别说话了，我好几天没睡了，让我好好睡一觉。快！已经走了吗？派人去通知秦爽，说我有事和他商谈。是。秦爽只身逃离那个荒岛，看来当初把机器打败不是靠什么运气。现在他的女人在我手里，更是欠了我2个人情。
再继续使用一些小伎俩威逼利诱一下，让秦爽为我所用，应该不难。将会大大提升基地的防卫力量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不惜重金招贤纳士，才让我大地联盟基地10几年来一直屹立不倒。报！已经派士兵去秦爽住所通知了，但士兵没有找到秦爽行踪。快去查看秦爽的那个女人还在不在医疗室。是。这小子，不会是想耍我吧？找到秦爽没？没有找到，但是秦爽的女人还在病房里，没被带走，所以秦爽绝对走不掉的。我明明命令过你们，一定要盯住秦爽，绝不能让他离开这里。对不起，首领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群废物，我这也只是浪费资源。首领，饶了我，我一定会找到的。Hello， 首领，看那边，总算找到你了，首领大哥，我给你带了件你绝对拒绝不了的礼物。穿越到末世，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攀爬，对生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，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系统赋予力量如神助，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。用我自信，在废墟中闪耀。多险都相信前方有路。快速攀爬，对生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，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，相思间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，提升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，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在这末世，携手前行，每一步不懈心的胜利，共同迎接破晓的黎明。在这残破的世界闯光明。Hello， 首领，看那边，总算找到你了，首领大哥，我给你带了件你绝对拒绝不了的礼物。秦爽，刚才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我的人找遍营地都没看见你的人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出去为您准备礼物了，没有及时通知您，真是万分抱歉。都是我的失误，希望城主大人不要怪罪您的部下。还好赶回来了，要是再迟1分钟，这士兵估计小命都没了。这个营地的首领绝对不是表面看上去的和蔼胖商人，从昨晚就一直有人在门外看守着，可想而知，城主不会轻易的放过我，不能这么坐以待毙。趁他们没有举动，我得想个万全的应对办法才行。有了，最好吃的高档餐厅，我来看看排名，这家应该不错，好多人都说好吃。哦，好像还是个网红打卡地。
这么多人，唉，果然要排队啊。要不试试插队吧？以我现在的速度，应该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。算了，插队太狗了，我还是好好排着吧。排队的各位顾客，非常抱歉，今天的食材只够再接待3位客人了，请后面的客人下次再光临本店。Lucky， 我是最后一个，正好排上了。喂，搞什么？我排了这么久的队，你知不知道我的时间有多宝贵？你仔细看清楚我的脸，你不认识我是谁吗？啊，你是网络上最近很火的那个……知道就好。我来你们店里吃饭是给你们面子，把最后这个位置让给我。虽然您是很有名，但还是得按排队顺序来的。你说什么？这种店怎么会有像你这种废物员工？叫你们经理过来，我要他现在就把你辞退掉。插队没成功还对人家小姑娘发火，就这素质也能当名人？这位客人，您先进去就餐吧，这边我来解决就行。哦，好。你给我站住！放手！这小子的眼神怎么回事？好可怕！大家不要吵架，和气生财。我是这里的经理，有什么事和我说就行。总算来了个管事的。我好不容易排到队，这个女服务员却说没有位置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哦，原来是您啊！欢迎您的大驾光临，贵客请跟我来吧。嘿嘿，您请坐这边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来一份你们店最招牌的套餐。好的。你差点就闯祸了，你知道吗？要学会随机应变，快去好好给客人道歉。对不起啊，店长，我这就去向客人道歉。客人，刚才真是对不起，您消消气。你想烫死我啊？倒个水都不会吗？对不起，我这就去给您换新的水壶。喂，季森啊，我在吃饭呢，碰见个服务员，真是给我气够了。嘿嘿嘿，他碰上我算是栽了。哎，你是没看见，他刚才被我泼一身水的样，真是笑死爷了。老子今天心情本来不好，正好拿他泄泄火。嘿嘿嘿，你干嘛？我心情不太好，想找个人揍一顿泄泄火。你居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声音小点啊，吵到其他人吃饭就不好了。小子，跟我去向刚才的服务员道歉吧。什么？你算老几啊？你说让我去我就去。我跟你说，这次你小子死定了。打扰一下啊，这小子有话要跟你们说。客人，您是有什么需要吗？说话。女士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刚才的事对不起，我会付相应的医疗费补偿你。还有呢？还有我的那份套餐，请直接打包给这位先生。可恶，气死我了！那个臭小子居然敢这样对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今天好倒霉哦，在饭店吃饭，突然被一个流氓打了，还强行把我点的套餐给拿走了。人家只是想吃顿好吃的而已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嘿嘿，你跑不了的，我会让你后悔今天做的所有事。是谁欺负了我家宝宝？这种人把他抓起来！我们家宝宝这么可爱，找出来，居然也下得去手！放过这个人渣！穿越到末世，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奔波于生命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孤独难关，心中有光。
系统赋予力量若神助，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，幽默自信在废墟中闪耀。路多险，都相信前方有路。快速攀爬，一生力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。生死间，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，一生的力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在这末世，携手前行，每一步谱写新的生命，共同迎接呼啸的黎明，在这残破的世界放光明。你跑不了的，我会让你后悔今天做的所有事。是谁欺负了我家宝宝？这种不能饶他，抓起来！我们家宝宝这么可爱，居然也下得去手！放过这个人渣！啊！怎么老打喷嚏？太好吃了！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佳肴。秦爽，你这份礼物我非常喜欢。哈哈，你能喜欢真是太好了，这算是报答你些许恩情了。秦爽，你果然是个人才，来我的麾下吧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财富、女人，你想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我会给你防卫队副长官的位置，日后你表现得好，职权会升得更高。我可是准备把你当我的左右手来培养的。能得到首领您的赏识，我倍感荣幸。不过我不能答应您的邀请。想招安我帮你做些杀人放火事儿吧？你想得美啊，死胖子！为什么？还有什么是你想要的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不，您给的条件已经非常丰厚了，但我这人自由惯了，怕是不能胜任。您对我的恩情，我必会报答。我明天会准备足量的物资进城赠予，绝对包你满意。哼，秦爽，你以为区区一顿吃的就能把我应付过去吗？我知道真正的能人都心高气傲，一时间让你答应确实不太可能。总之，谢谢你送的这份佳肴，不过我的邀请还请你多多思量。这么多天来，你也已经劳累不堪，该好好休养一下了。就在我的城里多游玩些日子吧。这是不肯放我走的意思吗？我走也许容易，但是雨若还在他们的手上。好好看守。是，首领。哦，蜻蜓，末世里已经不多见的珍稀物种了。花园里植被保护的不错，毕竟是用无尸毒的纯净水浇灌的。只要创造出需要的环境，给足想要的物质，再难得的东西都会自动留在我的手里，人也不例外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们干什么？我的裤子！等一下！姐姐，你饶了我吧，我还只是个孩子。不要怕。不要！太狂野了，还是没能顶住诱惑。昨晚真是学到了很多呢。秦爽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
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你们饶了我吧！再回去，我真的会被戏干的。别担心，我们是要带你来看首领送你的礼物。礼物？首领知道你对黄金这种金属情有独钟，所以特地叫人在城内四处收集，想把这里的所有黄金全部赠予你。这里所有的黄金全都给我？来了，你不好奇为什么激起一个5级进化者听命于我一个4级进化者吗？而且基地实力较弱，我们的人民却远比7号营地和界灵寺营地过得更安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做的决断才最符合末世的环境。你曾经使用过10级进化者才能动用的金色灵体，你认为有几个丧尸能挡住这种程度的攻击？将10级强者全部出手，不说全部，也能消灭大部分丧尸。人类也将和过去一样正常生活。抛开这些，我们说点实际的。你猜猜，为什么我在知道你矿井任务失败后，反倒大笑起来了吗？你见过矿井下的丧尸了吧？而且你还放过了他。这胖首领竟然知道下面的情况。让你去矿井，确实是我试探你的一部分，但你都能同意一个丧尸来庇护人类，却不愿意相信我一个人类。你曾经因为一个偷窃者而跟我们交恶，你认为那个小女孩也是想救自己的奶奶，罪不至死。可是药物就这么甜，救了一个老人，很有可能会让一个青壮年死于疾病。对于丧尸，尚且知道要用自己的血液进行交换，难不成到了我这儿就要无条件的救助他们吗？秦爽，你是不是太看清末世了？也对，毕竟末世只是你随时可以逃离的游戏吧。秦爽，你有能穿越异世界或者时间之类的异能吧？这些食物都是几千年前的，过了保质期却完全没有腐烂，应该是你回到过去带回来的吧？双异能虽然罕见，却不是完全没有。大地联盟首领罗承忠，双异能4级进化者，异能侦破之眼，异能火系。加入我们，你负责物资，我负责交易，财富、美女应有尽有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这胖首领既然知道系统的能力，就绝不会这么简单利用我。谢谢城主抬爱，不过我还是之前的话，我自由惯了，不想被约束。城主，这是要强留我了吗？还是动手了吗？余若那边重兵把守，如果强闯，我的赢面不大。先抓住这胖城主，还有一线生机。秦爽，我文件放在桌子上半天了，你确定不看一下吗？说不准你看完后就会改变主意了，是吗？穿越到末世，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攀爬，一生的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启动赋予力量如神助，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，有我自信在废墟中闪耀。多险都相信前方有路。快速攀爬，一生的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，生死间并肩战斗不休，
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，提升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，黑暗中他们并肩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，在这末世携手前行，每一步谱写新的生命，共同迎接不朽的黎明，在这残酷的世界闯光明。是吗？这是你赢了，我答应你。聪明，不过我要先去一趟文件里的地点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怎么可能？世间有人也能穿越到我的时代？秦爽，雨若这几天就能醒过来，目前还在大地联盟进行救治。太好了！不过我们跟大地联盟有恩怨，他们救助雨若，一定有自己的目的。罗城中此人不简单，按理说不可能这么简单放你出来。这个无所谓了，接04基地的人员怎么安排的？所有人都被方武他们组织接收了。他们有点不放心。你毕竟是7级进化者，还有前科，不提前准备，这个城市根本没人能拦住你。你身上发生过什么？郝俊美背后的组织不简单。当初他找到我，说有能进一步提升我实力的方法，我也正巧因为一些原因，迫切的需要提升自己，所以才答应了他。我跟郝俊美来到了西方的尽头，我也不知道他一个5级进化者为什么能成功突袭。当我回过神后，已经回到了 J04 基地，并且我的理智也被影响，成为了你们第一次见面是杀的模样。你看看是不是这里？正好我要去这里调查一些东西，你要一起吗？好，我也要去。雨若那边没人看着，我不放心。你留下，时不时向罗城中放出我的消息。没有用的把柄，罗城中可不会留着。实力恢复的怎么样？平衡被抽走后没什么副作用吗？当时有点虚，现在没什么感觉。那我们此次能横着走了？我感觉不行。难不成你7级进化者都摆不平？那你太小看这条路了。要不是带着你，我早就横着走了。这么厉害，不还是被算计了？凡尔赛什么？怎么拐弯了？先解决个事情，对你来说绝对简单。先让胖城主知道我和叶一一起行动，这样他那边才能更加投鼠忌器。先生，你们来了。我可是带着帮手来的，这次绝对能解决水下那群丧尸。差不多了，可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。秦爽，你屁股又好了，这次真的能行？放心吧，叶一，你先上，我随后就到。您真的没事吗？放心吧，有我的好消息，也是。什么叫碍事？你看不起谁呢？你把水库炸了！尽可能将水的密度压缩，集中于一，形成水刀。再控制水刀不断快速震动摩擦，形成热能。完成。秦爽，你这从哪里请来的大神啊？我说是我顺手捡的，你信吗？会长，我想起我们还有事，就先离开了啊。缺物资了，记得跟我联系啊。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，这是我欠你们的。实力提升了，当时你被抓的时候没见你这么强啊。当时我失去了理智，同时战斗地点也对我不利，
对手还都是专门对付我的异能，不敌也很正常。哦，对了，提醒你一嘴，不要小看李丽，她可是凭实力当上的基地2把手。有叶一在，这次旅途应该没有危险。但是我怎么这么不安呢？穿越到末世，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攀爬，一生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系统赋予力量如神助，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，幽默自信在废墟中闪耀。多险都相信前方有路。快速攀爬，一生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，生死间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，一生的力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在这末世，谁数艰辛，每一步谱写新的生命，共同迎接破晓的黎明，在这残破的世界闯光明。队长，最近被某网红粉丝网暴的秦爽现已失踪，我们发现其多次交易未知黄金，并被人隐瞒，而且在其住处发现了皮卡索的真迹，但好像比正常情况下要多几10年的磨损。另一位富商手中的这幅画同为真迹，磨损程度正常。来自未来的画作吗？有点意思。将画作放回去，把事件平息下来，等秦爽回来。看来我们近期不会太无聊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这就是你说的自己来能横着走？感觉你一来就跟个水桶似的，喝水没完。你上次来这里被郝俊美偷袭，完全不意外。上次经过的时候没有这片绿洲，小心一点。能不能绕过这片地方？周边都有丧尸群，确定要绕路吗？找个丧尸少的地方绕过去吧。我感觉这绿洲比丧尸群还难缠。那就走这边吧，不过车只能先放这里了。就剩这几公里的路程，走路用不了多长时间。这里的风还是这么大呀。我们先……不好！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下吧。那里有片空地。看来没事了。最终还是没躲过。谁能想到那绿洲自己过来了？绿都没生气，这绿洲的植物果然邪门。先赶紧过去吧，这地方绝对不是久留之地。
你愣什么神呢？我完全感觉不到这片绿洲中有水源的气息，意味着你还跟个混子似的呗！怪不得你一个7级进化者，基地就那么一点，这实力波动太大了，丧尸太多了，找个机会冲出去！让你，知道，赖你个混子了！这个绿岛。没了了！假的！这是真的！你小心点，这藤条好像能制造幻影。只是我看不出来，有古灵古怪。注意一下，有隐身的丧尸。我大概知道这个藤蔓的能力，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着。我来电话。好，也不说声谢谢。15分钟后再去找叶一吧。那小子液体化后，丧尸看了也只能干着急。这小子的秘密比想象的要多得多啊！穿越到末世，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攀爬，一生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，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启动赋予，你涌入深处。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，幽默自信在废墟中闪耀。很多线都相信前方有路。快速攀爬，一生努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。生死间，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，一生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在这末世，携手前行，每一步谱写新的生命，共同迎接不晓的黎明。在这残破的世界闯光明。记得他是刚刚朝这个方向跑的吧？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？运气真不错啊！这条乱有点乱，感觉完全没错。等到晚上就差不多都知道了。果然跟海市蜃楼一样，之前的攻击也都是我们自己撞在了建筑上。我们趁着夜色赶紧出去吧。好。5级狮王，光幻狮王，能力光幻投放，恐惧叫声。
跑！又丧尸了！这里的高级丧尸竟然这么多！上场！这就是开玩笑吧？还要多少人啊？算上这2人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这是个人类！果然每次都有人问，不过我可没义务给你解释。带走。是，进去。给你青霉素，被这种手铐铐住，只要动用异能，就会引动手铐中的湿度。要不是你有青霉素，我们还真跑不了。谁能想到这5级尸王竟然是个人类？幸亏是个人类，不然我们已经成为丧尸了。虽然也没好到哪里去就是了。看来他们很自信，外面一个看守都没有。等天黑，我们就逃出去吧。可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这个地方我没来过，却感觉这么熟悉。你好像就来这荒漠1次吧？要是感觉熟悉，会不会是郝俊美？这是新抓来的能力者，够你做完这次的实验了吧？算上你这次抓来的2个，试验人数刚刚好。张云清，看来你还要再抓1个了。这个秦爽现在还不能动。为什么？这个秦爽可是我们试验成功后的最佳载体，可不能就这么用掉。没被发现，问题不大。接下来看看这个堡垒里到底有什么秘密。奇怪了，这么大的仓库竟然什么也没有，那就更证明这个仓库有问题了。我们赶紧看看有没有什么暗门之类的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们是故意引导来这里的人，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仓库里浪费时间，才故意什么都不放的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毕竟谁家密室放在这么有问题的仓库里了？哎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们猜到了我们以为这里只是引导我们浪费时间的陷阱，而故意把密室放在这里呢？也有可能。果然是空的，握里大把手。哇！谁没想敲地板门呢？逃跑！跑的倒是挺快。要是这里被发现，我们可就亏大了。他们俩也必须得死。穿越到末世，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攀爬于生命里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，互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激动赋予力量如神助，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，幽默自信在废墟中闪耀。多险都相信前方有路。快速攀爬于生里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。生死间，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
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，提升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些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。心中有光，在这末世随手前行，每一步谱写新的生命，共同迎接破晓的黎明，在这残破的世界闯光明。要是这里被发现，我们可就亏大了。他们俩也必须得死。谁能想到他们误打误撞吵到这里了？他们现在出去了吗？这次没有到处乱跑，老老实实离开了。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位置，确定不会耽误屋后的计划吗？当然不会，毕竟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呢。张家业，别躲着了，你只是有灵化的能力，不是一个真的幽灵。张灵星，你不也躺着跟个丧尸一样吗？你也只是有丧尸化的能力，装什么丧尸啊？我感觉这人还挺有意思的，不试着拉拢一下吗？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你附在他身上这么长时间，发现他快速成长的秘密了吗？快速成长的秘密我没发现，但我发现了别的秘密。比如我知道他第二个秘密是谁。应该没人追过来吧？你这是到哪里了？附近好像一个丧尸都没有。看来丧尸都围在了堡垒旁边，要不是被主动带进去，恐怕没几个人能发现丧尸群里藏着一个堡垒。不对，有问题！你们已经被发现了，为什么能这么容易就跑出包围圈呢？堡垒里的高级战力都没出来，堡垒外的丧尸也没过多的跟我们纠缠。陷阱！要是有人埋伏，都能察觉出来。毕竟一个人体内的水分是骗不了我的。你厉害，怎么还让咱俩被丧尸偷袭了？丧尸的体内没有水分，他们流出来的血液虽然像是液体，但我完全不能掌握和控制。打人类越打越强，打丧尸越打越差，怎么回事？还有陷阱！系统检测到当前地区有系统残缺碎片，是否吸收？吸收后，系统将自行升级，升级时间6个小时。是，这是谁的记忆？这是哪里？系统一样的界面，是系统前人宿主的记忆吗？这都是真的吗？我要发了！我有个合作想跟你谈一下，只要我王山星还活着，我们的基地就人人有饭吃。假如这末世是片地狱，那我们就是最后的净土。好，我们永远追随盟主。基奇，当时他也在这里吗？这个人应该已经不是王山仙的记忆了吧？吴后大人，现在王山新等人全在基地中，防卫都被我换下。时机差不多了，江巡，你去处理一下吧。是。山心是得罪他们了吗？身心就是这个时候死的吗？难道就凭你一个7级异能者，也妄想改变如今的现状吗？自不量力！我知道我没能力，但总要有人尝试一下，不是吗？螳臂当车，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。希望和平，需要实力的，一击就成了这副模样。传送出去都来不及，不其他人性，得到现世就能解决现状。电坍爬、灵境之水，这些都是系统的能力，他怎么还没用出自己的异能？真慢，我都等你好长时间了，你可真慢。想爬也甩不掉他。他是操控现世吗？
开采，我们才知道你有穿越时空的影子。派出我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被禁锢了，穿梭不回去。怎么样？这种感觉？怎么回事？穿越的模式，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攀爬于生命里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，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系统赋予力量如神助，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利己，永不自信，在废墟中闪耀。路多险，都相信前方有路。快速攀爬于生里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，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，生死间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于生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，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在这末世，谁手前行，每一步谱写新的生命，共同迎接破晓的黎明，在这残破的世界闯光明。我就被禁锢了，穿梭不回去。怎么样？这种感觉？怎么回事？你这异能就跟戒了一样，斩断你跟异能的联系，你就是个普通人。没意思。什么？看来这个江巡能剥夺宿主和系统联系。这个王山仙的异能全来自系统，真是遇上克星了。升级完成。这都过去6个小时了吗？系统升级奖励发放，进化成功，秦爽5级进化者，异能巨能，5级进化者能力觉醒，金色明体尾，奖励轮盘开启。这就是我5级才能觉醒出的能力吗？这个奖励轮盘是什么东西？单次抽奖花费100点，一次抽奖要1个冥金，抢钱啊！其实也才1个冥金，也不算很贵。未中奖。太黑了！异能觉醒，异变，当前宿主为5级进化者，异变等级5级。稍微变化一下形态，这异能挺鸡肋啊！我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叶一呢？先去停车的位置吧。叶一要是没事，肯定会去车上等我。是，不在这里吗？不知道还有丧尸跟到这里。手下留情，我是人类，没有坏心思，不要杀我。没有坏心思，为什么想要偷袭我？我只是太饿了，真的对不起，再也不敢了。你当我好骗吗？
你要真的这么人畜无害，是怎么在这末世中活下来的？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父亲坚地联盟盟主王坚的独子，因为我父亲的原因，我依然过着安稳的日子。但是半个月前，我联盟被丧尸摧毁，我父亲王坚拼死把我一个人送了出来。要不是我遇见了一个枯井躲在了里面，我恐怕早就喂了丧尸。我带出来的食物吃完了，也一直不敢离开枯井。但我最近真饿到极限，只能出来碰碰运气。拿着物资赶紧离开吧。大哥，你行行好，让我跟着您吧。这周围我熟悉，我能帮你更好的获得物资。需要。你要不离开，我可直接开车了。大哥，你要找人吧？其实我昨天看见您这辆车里的朋友被几个人带走了，我知道他们离去的方向。别废话，带路。确定你看见我的那个朋友被带到这里了？不是骗我来这里给你打探情况的吧？大哥，您放心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您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骗您啊。那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？具体的我不知道，但那里是我们联盟的仓库，我们可以先去那里看看。你跟紧我，这里都是普通丧尸，但数量不少。大哥，我们到了。大哥，外面确实只有普通丧尸没错。该死！高级丧尸，但我父亲一个6级进化者都身死此地，您不会以为这里连一个高级丧尸都没有吧？没想到盟主一个6级进化者，独子竟然是个废物。谁说不是呢？以后联盟可不能交给这种废物。见过盟主，不用这么客气，你们去忙自己的事吧。赶紧走。穿越到末世，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攀爬，对生命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系统赋予力量如神助，每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，幽默自信在废墟中闪耀。很多线都相信前方有路，快速攀爬，提升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，生死间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，提升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在这末世，世事艰辛，每一步谱写新的生命，共同迎接破晓的黎明。在这残破的世界找光明。起来，别给老子装死！爸，你回来了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叫我盟主，我
没你这么废物的儿子。好的，盟主。菜呢？饭都没做好，就出去给老子丢脸！我都做好了，放在厨房了。人窝囊，做事也窝囊。不凉了，怎么吃？盟主稍等，我这就重新做一份。老子是你爹，谁让你叫我盟主的？老子英明一世，就毁在你个混蛋手上。我出门听到的都是别人戳我脊梁骨的声音啊！王峥是吧？我认为我们有些话可以聊聊。确实比之前强了不少，而且这些丧尸数量还不成问题。丧尸怎么会配合了？丧尸还动母系父母？太挂了吧！你去哪了？怎么没回车上？昨天咱们被沙暴吹散后，我就没停车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，车里的物资有限，我就跟来交换物资的王峥来了这里。他们本来想围攻我，这群丧尸就有计划省得我措手不及。但我跟这群丧尸就好像知道我的弱点一般，无数的干沙子和汽油瓶朝我袭来。我跑了出来，但迷失了方向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你已经跟来搜寻我的王峥交谈上来，所以顺势拿我当诱饵。看王峥和这丧尸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这群丧尸最多能耗损6级厉害者，就算智慧惊人，也拦不住咱们联手。而且能跟人类合作的丧尸，跟郝俊美他们有什么联系吗？那揪出幕后黑手吧！又故技重施，想跑吗？这次你不跑吗？上次还有逃跑的机会，这次没有了，而且我也不想跑了。父亲，我不想再被别人说废物了，我想注射进化药剂。进化药剂太危险了，你现在还太小。王健，我告诉你，联盟里3个6级进化者，你别把自己太当盘菜。就怪你这个废物，老子在民众面前也抬不起头。父亲，我要喝进化药剂，我不要当废物。废物，喝了药剂就是个死。难不成你也认为决策都是错的吗？看他这样子，应该是开始进化了吧？他运气不错，吃冥果可以极低的概率触发进化。看来他是进化失败了。我们走吧。接下来，我们把这些丧尸解决掉。穿越到末世，环境多艰难，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。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攀过最深的泥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系统赋予力量如神助，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，用我自信在废墟中闪耀。多险都相信前方有路。
快速攀爬提升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，黑暗中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牵起彼此的手，生死间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提升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，黑暗中他们并肩，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在这末世携手前行，每一步谱写新的生命，共同迎接呼啸的黎明，在这残破的世界放光明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把这些丧尸解决掉。偷袭！咱俩的能力轻轻松松解决这些丧尸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大头丧尸，我看出来你的能力就是操控其他丧尸，只要把你的小弟全干掉，你就成了一个待宰的羔羊。放我一马，我可以帮你。我可不会恶心到收一个丧尸做小弟。叶一，干掉他！别杀他！原本以为他进化失败了，没想到竟然成功了。你身为一个人类，为什么要为一个丧尸求情？难道你不知道丧尸的丑恶？你不懂，他给了我尊严，给了我活下去的能力。我是人造尸王的失败品，原本要被郝俊美销毁，却被我侥幸逃了出来。而你是所有人眼中的废物，连亲生父亲都虐待你。你和我是那么的相像，都是一个受尽欺辱的弃子。你我联手，我给你尊严，保你存活，你给我食物。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成交。哦，这么说来，坚地联盟被毁都是你和这大头丧尸联手造成的。你干的这是人事儿？那是他们应得的，他们都该死，简直无药可救。叶一，动手！住手！放开他！你给我去死！不自量力！尊严是靠自己的强大实力获取的，不是靠丧尸。这个人的生存方式还真是独特呀，他的内心已经被这个扭曲的世界吞噬了。诶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隐蔽的空间。我去，王真看着老实，竟然也干这种事儿。叶一，这边任务完成了，我们把这些幸存者带到附近基地去吧。多谢帅哥搭救，我们要给你生猴子。这是我们在坚地联盟救下来的幸存者，你能收留他们吗？当然可以，欢迎他们的加入。团子，你带幸存者们进去吧。好的。我们就不久留了，得赶在天黑之前回到大地建筑去。秦爽，最近丧尸频繁暴动，你们可一定要小心。会的，你放心吧。首领，秦爽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有什么收获？我只有一个疑问，王山新是怎么死的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资料你也看了，明面上他是被江巡杀了，实际上幕后主使是巫后。这个巫后什么来历？他是极恶会12众之一。极恶会？极恶会是雄霸整个云州的庞大组织，这几年
他们又把爪牙升到了成州和豫州，收拢各类人才，意图统治3州之地。这收拢的人中，自然就包括你遇到过的郝俊美。王善兴所建立的一方净土组织，想要对抗吴后，却最终被吴后反杀。说起来，姬奇曾经也是一方净土的一员吧？王善兴收了不少拾荒者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可惜，他当时死得很惨。郝俊美已经拥有了制造人造尸王的技术，如果他被巫后重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尸王的能力十分强大，7级以上的尸王甚至可以摧毁一个小型组织。17号营地攀登者公主会和我的大地建筑都将面临威胁。那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在废墟中孤身求生存，偶然相遇，那瞬间的缘分，丧尸环绕，恐惧在蔓延。快速攀爬，一生奋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梦不难关，心中有光。系统赋予力量如神助。每一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，用我自信在废墟中闪耀。多险都相信前方有路。快速攀爬，一生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理解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风暴中，牵起彼此的手。生死间并肩战斗不休，每一刻守护着对方，在这末世里创造奇迹辉煌。快速攀爬，一生能力，逃脱死亡的追逐，机智勇敢，信心满满，笑对着绝望的世界。困境面前，总能找到生存的那一线希望。黑暗中，他们并肩共度难关，心中有光。在这末世，细数艰辛，每一步谱写新的生命，共同迎接呼啸的黎明，在这残破的世界闯光明。尸王的能力十分强大，7级以上的尸王甚至可以摧毁一个小型组织。17号营地攀登者公主会和我的大地建筑都将面临威胁。那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与吴后的战斗一旦开启，一定会死伤无数，所以我们急需要药品。你能弄来一些吗？药品的事交给我。秦爽，你回来了。雨若怎么样了？医生说这2天就会醒过来，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如果吴后是想占据整个成州，那么我在这个世界结识的朋友肯定会受到波及，他们可能会沦为奴隶，被改造成尸王，甚至被杀。这些结果，无论哪一个我都无法接受。我终于理解为什么王善心想要在这混乱的末世中建立一方净土了。他应该也遇到了不顾一切为自己挡枪的人吧？我要让自己强大起来，守护这些可爱的人。你为什么要看着我笑？突然觉得你挺可爱的，所以多看了2眼。下次不能这样看了。不，我得赶紧去买药品。喂，谁？美女，你谁啊？时空管理局？这是什么鬼部门？等等，这个部门的名字难道和我的穿越系统有关？他们不会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了吧？靠，他们不会把
我抓去切片研究吧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想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接下来我们玩点刺激的。你想要干什么？住手！说，你潜入我家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放了我，我对你没有恶意。你偷偷潜入我家，还安装摄像头监视我，这叫对我没有恶意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这段时间，我们通过摄像头观察你的举动，断定你就是时空穿越者。哦，这么说，我的事情你们都调查得很清楚啊。那你们知不知道，有时候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？你听我说，我们是隶属于第一时空的时空管理局，对所有的时空穿越者只进行监督，绝不会进行干涉与管制。我们可以帮你。成年人只讲究利益交换，你们帮助我，那么又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时空穿越者的每一个举动，都会对所在的时空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我们时空管理局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穿越者危害整个时空。简单来说，是怕我变坏，害社会，所以你们得看着我一点。是的。真是有趣。既然你说过会帮我，那么现在刚好麻烦找上门来了。记住，我们时空管理局的底线就是穿越者不危害时空。一旦你做出有威胁的事，我们会利用一切手段杀了你。秦爽，给我滚出来！秦爽，狗东西给我出来！这个女人实力低了点，嘴倒是挺狠。秦爽，狗东西给我出来！秦爽，狗东西滚出来！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为你伸张正义的。对，让这个秦爽社死！你们真的对我太好了，我哭死！哥哥夸我了，哥哥身上好想拥有他呀！臭肥猪，真恶心！利用完他们得赶紧离开，多看他一眼都觉得生理不适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秦爽，你终于滚出来了！敢欺负哥哥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呀！这架势，不，这段位真吓人。还是我来解决吧。秦爽，你终于滚出来了！敢欺负哥哥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还是我来解决吧。300斤的胖子竟然被他一脚踢飞了，这还是人吗？这一脚的力道，要是在末世，最多抵得上2级进化者，但是在现实，他却是高手。难怪他刚才不反抗，原来他知道打不过我。打人了，大家快拍下来！秦爽，你和同伙当众打人，我要拍视频上传平台，让你被制裁。李佳昂是吧？你出道3年，和200多名女子发生过关系，其中有19名是未成年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鬼东西？你在污蔑我！就是，哥哥出道3年，连女孩的手都没拉过，我们要告你污蔑诽谤。我们已经与这19名受害者取得联系，并收集到了充足的证据，足够让你困一辈子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说有证据就有证据啊，贱女人！哼，你还是那么嚣张啊！看来上次打的还是太轻哦。哎呀！快跑！这人是害我！别跟这种人废话。如今证据确凿，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多谢你的帮忙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解决了麻烦，我得赶紧回去买药。跟着李少那是你的福气。啊！哼，我看你还往哪里跑！今天你不给我面子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快让开！哟，挺热闹呀。你是秦爽，那个江落雪看上的乡巴佬。唉，我是真的搞不懂，那个贱女人为什么会看上你这样的土包子。哼，不过无所谓了，我先废了你，再把这女人办了。给我上！小子，我们可是顶级雇佣兵出身，一拳能打死一头牛。你今天惹了李少，只能怪你不长眼了。5级急速攀爬。
怎么可能？他们可都是顶级雇佣兵，怎么会被瞬间干掉？你雇佣的这些打手还是差点意思啊！难道你被基因强化过？不可能！你这乡巴佬怎么可能买得起上亿的基因药剂？喂，你是被吓傻了吗？现在可是科学社会，你在说什么科幻的东西啊？等等，我能穿越到末日世界，这本来就已经够科幻了。他说的基因改造技术，说不定也存在于我现在生活的世界。因为我是底层人，所以接触不到上层社会的事物。我明白了，你买的肯定是残次品药剂，残次品药剂的存活率只有1/1000，你竟然会为了那个女人去赌命，你可真是一个低贱的舔狗啊！而且，就算你现在成功强化了又如何？到头来江落雪还不是柳公子床上的女人？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江落雪那个贱人，在海外被他父亲抓住，现在已经被囚禁起来了，下个月就要和柳公子结婚了。哼，赌狗就是赌狗，就算你赌命得到了一些实力，也撼动不了这即将发生的事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将江落雪救出来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你是谁？我是江落雪的好闺蜜夏瑶。原来是她闺蜜啊！我也听说了落雪被囚禁的消息，我想把她救出来。也许我们可以合作。合作？你想怎么合作？如果你信我，跟我走，我会和你详细的说。另外，你救了我，我也得好好的感谢你。这是我让下人给你准备的衣服，你先去洗个澡，一会儿我们一起共进晚餐。没想到这个姑娘还挺有个性。合作的事情怎么说？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江家吧。江家之所以能在荣海市成为第一家族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成熟的基因药剂技术。这种基因药剂不仅能治疗癌症、延长寿命，还能总体增强人体机能。现在社会已经研制出这种黑科技了吗？我活了20年，怎么都不知道？这种东西早就被上层人封锁住了消息，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。而且基因药剂造价昂贵，光是一支售价就要1000万，需连续服用100支，才能成功成为1级强化者。好家伙，不愧是上层人才能消费得起的，难怪我活这么久都没听说过，就是不知道这里的1级和末世的1级的差距。江家就是靠这个才能在荣海市成为第一家族，而我们夏家也在研究基因药剂技术，所以与江家是直接竞争对手。我看你身体素质十分强大，应该是经过基因药剂强化过吧？如果我们合作，我可以用我的技术让你的身体实力更上一层楼，再救出落雪。如果他能帮我变得更强，我就能轻松将落雪救出。好，成交。把衣服脱了躺下，我给你做一个身体检查。你肌肉的线条好漂亮啊！喂，做个检查而已，没必要这样吧？你救了我，我可得好好感谢你啊！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别乱来啊！这可由不得你。你醒了。女人都是魔鬼。我手脚都麻木了。你睡着的时候，我给你的身体做了详尽的检查，我发现你的身体素质比我见到的所有基因强化者都要强。你是怎么办到的？这是我的秘密。废话，末日的基因技术肯定比现实的基因技术强啊，但我可不会告诉你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已经没有办法再提升你的实力了，抱歉。没事，你就用你的人脉帮我找到江落雪关押的地点位置，后续我来搞定。只要知道位置，我会不惜一切武力救出江落雪。放心，你救了我，我会尽全力帮你。哦，对了，你说你夏家是医药家族，那帮我弄一些药品应该很容易吧？要是我自己去买，应该会十分麻烦吧？那必须，你想要什么，想要多少，我都能给你弄到。这些就是你要的药品了。另外，
这是我特制的加强型青霉素。虽然我不清楚你要青霉素干什么，但我觉得应该对你有帮助。多谢，你有心了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你就不能多留几天吗？不了，我怕被你榨干。雨若情况怎么样了？雨若，你醒了。金爽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笨蛋，现在不是见到了吗？你为我挡了子弹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你可以向我提任何条件，我都会答应你的。我还没想好。没事，那就以后再说。秦爽，首领叫你过去，有紧急情况，你们俩也一起去。马上过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最新情报显示，有大量的尸潮同时进攻城州大大小小的组织，有接近一半的人类受到波及，而这些尸潮的领袖是一个名叫张云清的5级尸王。和叶一见过，是人造尸王，他与郝俊美有过接触，但郝俊美才刚刚掌握人造尸王技术，不可能短时间内再创造一个尸王出来，所以这个张云清不可能是出自他手。姐妹们，给我杀光这些丧尸！上面的人技术真厉害，赋予了你控制尸潮能力，你的实力又提升了不少呀。实力是提升上去了，但是他们也把我弄疼了，我很生气。而且，他们为什么不能换一个帅哥的基因能力给我啊？放心，很快就有了。这一次行动，顺便把秦爽那小子也抓过来。按理来说，5级尸王不可能控制数量如此庞大的尸潮，只能说这段时间，这个张云清的实力也在用我们不知道的手段进行增长。如今，攀登者共助会已经被尸潮包围，危在旦夕。我们17号营地准备伸出援手，秦爽，你觉得呢？我们会一起参加救援。雨若，你在这里安心养伤。叶一，我们大概还有多久能到攀登者共助会？现在不是多久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活着到达的问题。首领，我们已经连续战斗好几天了，战斗队成员的体能要支撑不住了，怎么办？明火虽然能恢复体能，但是多次使用后就会产生抗体，恢复体能的效果就会越来越低。战斗队现在使用明火，应该已经没有任何恢复作用了。作为首领，我必须要守护他们的性命。我们必须为平民的撤离争取时间。小慧，坚持住！队长，能死在你身边，我很开心。别说丧气话，你别忘了，赤身较量，你还没真正赢过我呢。好，如果能活下来，我一定努力超越你。穿越到末世。首领，战斗队他们坚守岗位，别让他们的牺牲白费。是。首领平时对战斗队最好，如今却要强忍悲伤坚守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一股强大的能量救了我们。首领，你快看那边，那是5级金色明体，提升大量防御力和恢复力，提高巨能的威力。5级巨能，积蓄体内能量于1点，可释放出强力爆发攻击。秦爽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了吗？一瞬间就击溃了上百只高级丧尸，我得好好努力，不能拖他的后腿。他这爆发出来的一击，连我这个7级进化者可能都要认真应对。不得不说，他的天赋强大。首领，是秦爽他们来支援我们了。大家坚守岗位，和秦爽他们一起消灭尸潮。战斗队，跟我杀！还好赶上了，我们一起上。好。
尸潮退了，我们守住了，太好了！秦爽，我们成功解决了攀登者共助会的危机。是啊，如果不是你高超的开车技术，我们怕是不能及时赶到呢。巫后的计划是占领整个城州，虽然这次我们击退了尸潮，但是他和他的爪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说的没错，尸潮应该只是暂时撤退，他们一定会重新集结反攻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擒贼擒王，找到尸王张云清，杀了他，尸潮就散了。尸潮一旦溃散失去控制，巫后占领成州的计划便失败了一大半。齐首领没必要纠结，攀登者共助会刚刚经历了尸潮进攻，人手本来就不足，就没必要再参与了。我和萧云兰、叶一3个人就足够应对张云清。也好，你们好好休息一晚，明天再出发吧。我该怎么办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对秦霜有意思，可你再不主动，他就要被其他女人抢走了。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啊！我靠，萧云兰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这难道不是很明显了吗？我一直都很喜欢你，你感觉不到吗？还是说一定要等我主动表白，你才能彻底明白我的意思呢？萧云兰，你是喝了假酒还是吃错药了？你平时不是这样的。笨蛋，女人的心思本来就是表面一套，背地里又一套。不是萧云兰，你到底是谁？讨厌，竟然被你识破了。好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呀？就是你怎么跟个鬼一样阴魂不散？你现在想干什么？混蛋，又用脚踢我！干嘛？看都不是真的萧云兰，你很失望吗？不过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也不是不可以重新变回去。打住！我倒是好奇，你怎么知道萧云兰长什么样？你见过她了？对啊，她刚才就在门外，鼓起勇气想进你的门，可惜又反悔走了。如果她的胆子再大一点，说不定现在出现在你面前的就是真正的萧云兰。她刚才想进来？那我亲眼所见。哟，你脸红啦？看来你真的很期待是她嘛。好了，玩笑到此为止。说吧，你来我这里到底想干什么？切，你这个人真是没情趣。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，我知道张云清的具体位置。哦，你怎么会知道他的位置？如果能知道张云清具体的位置，就能保存一大半实力与他一战。因为她是我的姐姐啊。啥？你的姐姐？多年前，我们为了谋一条活路，投靠到了巫后麾下，并赋予了张云清丧尸化的能力，以及我幽灵化的能力。所以，张云清并不是丧尸，更不是你们认为的人造尸王。他其实是拥有丧尸化能力的人类进化者。他一旦使用丧尸化能力，就能拥有媲美5级尸王的强大实力。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丧尸化能力使用次数越多，身体就会越来越接近丧尸，说不定某一天就没有人类的意志和思维，变成真正的丧尸了。所以，你想让我帮你阻止他？对，光凭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他。我想让你帮我，当然，这也算是一场交易。我告诉你他的具体位置，你帮我击败他，但是留他一命，怎么样？好，成交。既然达成了交易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呀！张家业，你以后别在我面前变成其他人的模样，清楚了吗？我都听你的。原来他喜欢我原本的样子啊。我们要出发了，好好守住你们的组织据点。放心，现在尸潮暂时退去，只剩下零星的尸群，我们可以守住。我也跟你们去，就算是攀登者共助会贡献的一份力量。也好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。秦爽，注意到了吗？前面出现了一座城市。地图上并没有标注这里有城市，看起来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这两边都是峡谷，通过这段路的唯一办法就是穿过这座城市。这是张云清创造的幻境，你让萧云兰直接开进去，我有办法找到离开的路。云兰，继续往前开吧。这城市怎么没有丝毫破旧的样子？太诡异了。前方
发现大量人影，疑似尸潮，大家做好警戒。哎呀，我们都好久没见到活人了！帅哥美女，下车休息一下吧。我们这里什么都有，你们想要什么，我们都能提供。我这是在哪儿？爽哥，爽哥，这次我回来了，以后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叶儿，你长大了。母亲，小傻瓜，喜欢就要大胆说出来。我喜欢你。小慧，要不咱俩凑合过呗？倒也不是不行。秦爽，看来你很享受嘛。不过这个女生是谁？很眼生啊。喂，你还真的挺享受的，竟然不理我，我可生气了。爽哥哥，我靠，去死！多谢了。谢个屁！再不行，你们就要被丧尸咬死了。竟然全是丧尸，真是差点就要死了！给我醒醒，丧尸咬屁股了！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刚刚好像进入了幻境，快，立马尸群解决掉！好。丧尸太多了，不能过多纠缠，我们开车离开。张嘉译，快告诉我离开这个鬼地方的方法。前面往那堵墙的方向冲出去。秦爽，你要干什么？城市消失了，厉害啊，秦爽！我们成功突破幻境了。城市幻境出现，那么说明张云清离这里不远。张嘉译，告诉我他的位置。等等，让我感受一下。张嘉译持续为你导航，距离张云清300公里，大约需要2个小时。直行100公里后右转。下一波尸潮还需要准备多久？估计还得等4个小时吧。丧尸们要从各个地方调度过来，需要不少时间。哎，你吃辣吗？这东西能好吃吗？不知道，这还是从屋后那儿学来的。我吃我的火锅，是哪个混蛋干的？是你们！张嘉译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怪我了，我又不知道你们在这石头后面。算了，不和你计较这些。能把他们骗过来，你功不可没。回去我报告给屋后，给你重赏。张嘉译，背叛我！秦爽，不好意思了，只能怪你自己太傻。放弃挣扎吧，你们已经被重重包围了。秦爽，把你抓来，我的实验就能顺利的进行下去了。到时候你就会知道获得力量的快感，没准儿你还会感谢我呢。全是难缠的高级丧尸。秦爽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六产突变，击杀张云清！我就喜欢你们这种以卵击石的态度。杀了他们！极限攀爬。可恶，这小子能力又提升了。情绪麻痹作用，控住口鼻。听说我感会帮助的越多，剩下的感知力就会越灵敏。如今你们封住口鼻，那么听觉、视觉、触觉更加灵敏了吧？大家都给我陷入恐惧中吧！传说中我是。大家都给我陷入恐惧中吧！什么地方？啊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丧尸？只要他们身处幻境之中，不超过半小时，他们的意志力就会被击溃，到时候就任我们宰割了。郝俊梅、张家业，你们守护好我，半小时内只要不出问题，他们必死。没问题，我还等着把秦爽带回去，让他感受快感呢。张家业，你在干什么？放心吧，姐姐，现在只会让你失去行动力而已，不会死。
张家业，我还担心你不会守约呢。你确定要演戏？万一出现意外，你们就死定了。你按照我的计划行事，哼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我可生气了。张家业，你居然敢算计我们！你这不怕巫后杀了你！在巫后的眼中，我们都是被利用的棋子。可他不知道，棋子有时候也想要离开棋盘，所以你想一直做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棋子，还是想成为棋盘之外的抗争者？又或者现在就死呢？别以为这样就能阻止巫后的计划。你们都会成为我的事业品。竟然跑了！他这是怎么了？他的丧尸化能力开始反噬了，正在慢慢变成一个真正的尸王。如果成功，他会变成一个6级尸王。6级尸王足够毁灭一个小型组织了，我们攀登者共助会根本抵挡不住。让我杀了他！你敢动一下试试？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成为6级尸王？巫后要是有了6级尸王的助力，统一城州就不可阻挡了。除非找到基因专家，应该能去除他丧尸化的能力。这荒郊野岭的，上哪找基因专家去啊？开车去最近的攀登者共助会都要半天，就算到了，他也早就变成尸王了。基因专家，小鱼应该算是啊。这个月市场份额股价下跌，你们一个个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夏总，我们的基因药剂市场完全被江家打压下去了。他们的基因药剂只需花费7亿就能让人成为1级强化者，而我们却需要10亿，这根本没办法竞争啊！父亲，我看这问题的根本就出在夏瑶管理的研发部。研发部都多久没出更进一步的基因药剂了？降低不了成本，就降低不了售价。那肯定会被江家打压下去啊！迟早是要嫁出去的蠢货，就不要来分家产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用藏着掖着了。父亲，我研发出了新款基因药剂，连续服用20支就能成为1级强者，总售价2亿。笑死！江家拥有最先进的基因团队，都只能将售价控制在7亿，你怎么可能研发出只需2亿的药剂来？简直天方夜谭！既然如此，拿上来测试一下。纯度5%。怎么可能？一定是检测机器坏了，换一个新机器来。纯度5%。夏瑶竟然真的没有说大话！怎么可能？就凭你，怎么可能研发出来的？夏瑶，你做得很不错，这款基因药剂拯救了我们整个夏家集团。父亲，其实我是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，才能研发出这支基因药剂的。之前给秦爽体检的时候，发现了他体内基因强大，就用在了改良基因药剂上。还有一个人，难道他是基因专家？算是吧。夏瑶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挖过来。是，虽然我已经打探到了秦爽的居所，但是他却一直不在家，可真是难办。公司的氛围真是沉闷啊，还是家里好，轻松自在。秦爽一直不在家的话，我该去哪里找他呢？也不知道他会去哪里。听说你找我，别闹，我有急事找你。好吧，你说我听着。要不是他体内的强大基因，我在家族内的地位就依然很低。我得好好的帮助他，谢谢他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朋友。原来如此，你这个朋友要被病毒反噬了，所以你想要一种能抑制病毒，但是又不会让宿主死亡的药剂是吧？这是他身上的皮肤组织样本，你拿去研究研究。这事简单，交给我吧。这病毒真是奇怪啊，好像只害怕青霉素，只要遇到青霉素，病毒就会以十分诡异的速度迅速死亡。我上次交给你的加强版青霉素给我，我再改进一下，让它变得温和一些，能杀死这些病毒的同时，又不会伤害宿主。好了，改进成功，我们来实验一下。成功了，病毒全数死亡，皮肤组织样本完好无损。厉害啊，夏瑶，
这都能办到。这么一看，夏瑶的技术实力怕是比末世的那些基因专家厉害多了。都是你帮我，先走了。我回来了。这是能抑制张云清体内病毒的药物，皮下注射，很快就能起效。你是怎么做到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到这种药物的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叫做曹操的朋友，他的异能很厉害，不管多远的距离都能随叫随到，是一个很厉害的跑腿工具人。然后，接着，最后，所以这个药物就到我手上了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没想到秦爽你还有这么强大的朋友，拥有这样的异能，等级肯定不低啊！厉害厉害！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和你说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我明白了，要不是你们救了我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人类意志的丧尸了。秦爽，谢谢你用药物救了我。不用谢我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付出了努力，而且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虽然尸潮已经解决，但是屋后的其他力量仍然存在。郝俊美以及他用夜一的能力改造出来的李团长尸王，依然是威胁整个成州的大患。那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消灭郝俊美和李团长尸王。没错，消灭他们之后，再去找屋后算账。这样一来，成州就不必再面临威胁了。罗成州，有什么情况？快回来！郝俊美和四骑尸王出现了。穿越到末世，环境多艰难。